50万。那然后到进入雀，第3名是 ACT 战队，第10名。他们的第1场比赛的话，也是决定了对阵 Omni 以及最后一场 MRC 对阵。其实的艾维在刚出来的拿出来，那你下一局你就不好针对。看一下天赋。 看一下捏捏的一个选择，先把伊斯人往大门的方向控，管一下野人的密码机，应该是，然后本体选择往废墟走。废墟是福库的气象。是的。哦，这里 CT 的猪被骗了出来，他其实还是比较害怕的，因为野人在骑自己的野性伙伴的时候，有可能被伊斯人的喉给打断的。对。所以他也是看到了出现黑边，立刻骑猪。 还是比较稳健的。那捏捏前面的话，其实对于求生的一个干扰还是非常多的，整体的密码机没有修多少。是的，这一波福库在被附身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走直线啊，有点掉头，导致自己身上的侵蚀值是超过了60。对，现在有点危险啊。是的，只要下一波一神再跟上吼一波，就有机会拿刀了。不过他手里的飞轮好了，看一下，这个强风79，他想强看，让自己的侵蚀值超过100，但是很难啊，距离拉得有点远。 不过也还行，至少没有在多侵蚀值的情况下被闪现拿一刀，还是满侵蚀值吃刀还是可以接受的。看一下捏捏这想反绕，但其实中间肯定会有人爆点的。对，有队友在爆嘛，他一直在板子这个地方没有进去。而且福库这一波拉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捏捏必须要把伊斯人调回来，重新附身以后才能够再追上福库。 先传过来，对，那干扰一下魔术师。这里魔术师，哎呦，魔术棒还是扛到了。对，其实过来一瞬间，他侵蚀值是满了的，但他正好回退的一个方向是自己分身的一个位置。没错，其实说把是有意识的去防了这一手。我侵蚀值快满的时候，我去提前交了这个魔术棒往外拉。 好，那这里交出了闪现，没错。但其实捏捏这一把在前期的一个控场控的还是挺不错的，对，干扰到了另外的3个求生者破译，所以看似2分钟的一个上野节奏，但其实密码机也没有到达3台。来看一下第一波的一个救援，应该是 Soba 在往这边赶啊，没错，Soba从210窗的方向靠过来了，这个位置。 救下来的话，应该还是问题不大。而且福库手里还有一些道具，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再牵制一下。是的，注意一下身上的侵蚀值，已经50多了。先交一个魔术棒，直接掏。哇！这一波甚至椅子上下来的气象都没有打到啊！对，是一个哇，还砸到了一个头。是的。那这样的话，手里的一个道具很有机会让他活出这个化解为之外的时间了。没错，这一波其实福库交这个气象瓶往外跑，开家吼到了，但是没有2接啊，捏捏。 主要还是刚刚手椅，对，刚刚手椅被无伤了，所以导致他现在没有2接，也没有办法用侵蚀传送去处理掉福库。对他这个终结能力的话，肯定是相对来讲差一些。是的，那这里最终还是平地击倒了，也是拖出了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第4台、第5台密码机也都在破译了，但是应该还是不太够坚持到4人看门战。 找有一台76的是没有开掉，如果现在那台76的已经开了的话，还是有一点机会。而且捏捏他这边肯定会把伊斯人拉出去清城技术的，给外面多放一点陶片来干扰求生者的一个破译。不过问题也是大家都是满状态，其实你给到一个陶片的话，对他们来讲压迫感也不太大。没错，就是浪费一点你去拆陶片的时间而已。是的。哎，又是一个无伤掏了下来。对，那还是保住了状态。这2波手椅太亏了，捏捏没打掉状态，你下一波把福库挂飞了，你很难去找到节奏去续。是的。 而且这一波想来废墟管一下搜吧，对，神像找 NP 了，应该是，看一下有没有过来吧。这个状态下能不能稍微保上一波？如果保上一波的话，其实密码机有机会够了。对，但捏捏甚至现在本体不太敢往那边过去。哇，3个魔术棒的利用率非常高啊！又是一波木压了魔术，对，魔术压了你的出刀。而且趁这波时间 ，CD 那边已经把密码机修好了，其实现在就差废墟里这台72的。但这个人的话呢，你不2个人一起过来不太有话。这里 NP 是朝着外面射，想在你先去球的一瞬间转回来，但是捏捏很好的防住，本体再吼一下，是的，吼到了100的侵蚀值。那这样的话没有办法让气象这边去淘汰掉。是的，而且看到没有，这边组合拳还在打，先是龙骨弓，野人然后再野人拱，让你没法本体过去。对他们想打断捏捏的一个传送，让他没法去管到废墟的这台密码机。但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卡好，因为捏捏当时是在控伊斯人，对的，转过来一看，发现我本体怎么鼻青脸肿的。
对。然后也正好能赶过来了，是吧？这个密码机的话，确实是没有压好，加上这边其实索把他的天赋是不适合去压这个密码机的。没错，所以求生者必须要在外面新开一台了，废墟2台加3板1台这样的一个3连密码机，可以让庸皮在这里给到废墟的一个密码机压力，魔术师反而是可以先拉走一些。先走。对，因为如果他半状态成为了突破口的话，就会给到捏捏一手上椅的节奏。没错，而且他其实也可以找机会去补充一下道具啊。对，手把这边没道具，吼打断了，但是还好，他的窗弹是触发了，可以从边上再绕一下。98的星石值骗到了，这里应该是主动回头看了，把自己的星石值给触发了。我庸皮的话，其实还是在附近的一个位置啊。他应该想着稳稳的救一波吧。现在就看捏捏的对于3板那台密码机的控制了，能够多干扰一点。他们有可能想要去打废墟，换一下位置。哦，我还以为他们要过来强打废墟呢，是2个人进行了一波轮换。那这一波轮换的话，密码机的进度就更少了。对，这边卡班救下来应该也压不好。是。不好在魔术师被首次救下来有一个被动，他是有可能有一点牵制机会的。而且你多救一次人，其实也是多给到监管者更多的一个机会了。这边星石值40多，又无伤掏了。扛到了，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那这样你短时间不太好去解决掉魔术。是，只能尝试跟一下吧。魔术师身上下来，他有60多的星石值，能够吼到一波就有机会。是把星石传送交了出来，但是那边密码机好像够了，只是魔术是没有回光返照。而且主要是弓箭手他离大门的一个位置非常近啊，他可以直接点上。那现在赶紧调1、4人去到大门这边看能不能有机会管一管。是的，这里附身完1、4人，他的本体必须要考虑传到废墟的陶片，然后去管小门了。但是他没有这么管，他选择用闪现交在弓箭手身上来完成一波3抓。是的，这个闪直接过来，但这边的话有一个小加速，看一下怎么说。这边跳下来就是要击倒了，而且很细节的在落地的时候收回了1、4人，取消落地后摇啊。那这样的话，在圣心医院捏捏拿下了一个3抓，我觉得是北京 WBG 完全可以接受的。对，非常赚呀。就是他在使用角色上面呢，他首先是不亏63秒。都回忆小心一点啊，因为成了一个十字形的。那这里阿卡选择往大门的方向去啊，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机械师。这个放狗不会真的就是冲着大夫来的吧？是的，对，看到脚印了，但是走反了。大夫是往楼上走的。不过其实身位跟的还是比较近的，原生已经到了楼上啊，这个跟随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没错，这边板子没有提前下，会被原生自动带掉。对，那这样的话往前走，应该就等原生跟上以后放狗了。这一波阿卡也是选择了拿大副开刀。本体直接放狗，你真是没办法呀。是的，放狗墨汁女巫打大副，让你怀表气都没有，让你怀表都交不出来，交了也白交，还不如留着呢。对，这里拿完刀以后，原生其实可以考虑立刻接一只狗的，但是阿卡还是想宣控双信徒过来包夹一下。对，想躲他的第2段表。是的，但还是摇到了。没错。那现在才考虑交表，交狗，是的，对，有点吗？跑反了，他以为进反了，反而被这个长窗利用起来了。这只狗难道能躲掉吗？这狗还是咬到了，我的天！因为寄生体跟到身后了，这个位置只能强行翻，多拖几秒钟。现在回忆要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去送掉这个寄生。对，现在就。当着他的面，第2个表时间拖好了，强行交了出来。是的，哇，那阿卡这一波很难受啊。对你这个人好像有点打不出来，这密码机都已经冲着4台要去了。是的，让回忆把第2块表摇了出来，甚至在面对你的放狗都没有被拿刀。是的。那现在密码机马上要4台了，16接近4台的密码机，边上还蹲着个人，都准备救援。然后发现人根本没倒。对，我是回忆说你要不再回去休会儿。对，等会儿再来啊。应该倒不了这么快。最后送掉了寄生。送了寄生也是非常合格了。送掉寄生是他所想的，这种情况下送寄生，还得浪费阿卡一个寄生在他身上，这样救人位就比较安全了。对，他就算一个半状态救完人以后呢，阿卡是想要搬地下室，想搬运到遗产附近。这样的话，真。到底是提前去布局后面的一些
打法了，把人往里面一卡，然后他要拖一个寄生，因为他是少一个寄生的，对，所以刚刚最后他这一波觉得，如果我挂上以后被你救下来，我少一个寄生，我很亏，对吧？那我把你的大副卡在里面，我多拖几秒钟出来去附身一下其他人。对，反正这个位置是把你卡住的，你哪儿都去不了。这个人就相当于已经在这儿了。我打也相当于已经不在了。对，就是看似他还在啊，但场上只有3个人可以行动。没错。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回忆手上没有子圈，他也没办法去对自己，他就只能一直被卡在那里。但是其实密瓦基还是已经要压好的一个状态，已经95的一个进度了。没错。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找机会通电。对，因为你寄生如果想打我的话，我大不了被打倒了，我再往外爬嘛。现在阿卡闪倒了，那穷者那边其实只需要去保平。他们就可以拿下第1局的大分啊！我觉得也别管这个魔术跟大副，就让他一直在这儿吧。这局就让他在这儿吧。我们对吧？这是深渊又出现了一个名场面，对，从来没有看到过。场上表面4个人，但实际上有1个人也没上移，也没淘汰，他就跟消失了一样。很尴尬，感觉就是。回岛这里没有受到邀请啊，一个人在角落里面假装很忙。对，然后每次转过来他都是想要尝试去，你也没有，你看回忆他也没有说，哎呀算了吧，我就在这里歇会儿，也没有。他还是会动起来。对，每次画面给到他的时候，他都很努力想从中找到一些缝隙钻出来啊。这把游戏其实他打下来是亏的，因为别人都打一整把，回忆他打了半把啊。对。也是压力不会特别。BG 这边的话也是选，如果北京 WPG 的求生者，他们让3位求生者，他开局都是可以。只有RC的监管者。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他的一个技能携带，那很明显就是冲着法罗来了。对，而且他带了这一手巡视者的话，他其实就不用跟你搞那么多弯弯绕绕了。我到你脸上直接巡视者一放，哪怕你是隐身，对吧？我也可以早就把你给打出来。是的，感觉今天阿卡就是跟这些隐身人全杠上了。哎，我非得把你们这些有隐身技能的角色都给处理掉才行。是的，而且他也是在尝试一种新的思路嘛，对吧？我不是说台球手我就一定要带闪现的，我去用这个巡视者呢，刚好可以来去追你们这些很多隐身的角色。隐身本身是克制台球手主球的。对。那这边这个地方有小走位，想进柜子的，但是还是摇到，因为身位比较远。那过客得回来这个窗户找机会卡板，把口卡掉了。下一只口好像也成功卡了，看一下，但是你最后一口呢？飞轮，最后一口是卡得很精准，用飞轮也卡掉了。是的，那等于说你开局带这个巡视者。完全没起到效果，还少了那个闪现开刀的能力，直接被过客这边废掉了呀。没错，那这样的话，相提全仗，骗了一手，骗到了。哇，这个牵制时间就已经拉满了。那这个节奏来说，密码机感觉要奔着3台去了。对，因为你就算现在拿到1刀，对于过客来说，他也他还是没骗判断到，因为我们上帝视角啊，对于监管来讲的话，他真的是不知道。他只能看到地上的这条轨迹。对，他就是看到白白的一片。那现在可以看到接近2分钟，过客仍然是满状态啊，而且手上的道具也没有全部交完。这2块板一卡，其实阿卡要不去，也没有密码机可以让他回退了，因为已经开掉2台了。是的。这个节奏对于台球手来说是非常差的一个节奏，自然想起了张狂交一个主球，隐身躲掉了，但是阿卡还是蒙了出来。对。那这里过客可以再交一个板弹，那已经牵制100秒了。不是，对于阿卡来讲，他第2个巡视者也好了。那你等到下一只巡视者再去拿刀的话，这个节奏其实已经是非常之炸裂了。对。这块板还得处理啊！这块板你如果不处理的话，还行，收到了。这边比较窄啊，但这个牵制时间2分半钟。对啊，对于求生来讲已经是个非常好的节奏了。没错，而且有一台密码机是在大船上，大船上你管不了。海边的话有一台50的遗产，甚至角落也在提前修。这里看一下，阿卡把人往海边稍微举了一点，想去封一下海边的遗产，让他回退。但是回忆这里也提前靠了过来。你如果想去封密码机，那我就来一波无伤，赚的是你还是我尚未可知。
因为主要他们也有可以再去多修一台，而且没错法罗这个角色吧，只要他在场上，他还是有机会去溜的。是的，嗯，这佣兵只要救下来，他其实去贴着幻灯师那边两个人一起破译，其实是可以把回退的那部分给补给补回来的。上的，主要是你保证了以上这个人他的一个2次牵制啊，对吧？那过客的话，其实他是完全有机会活出这个化简为时间再溜一会儿的。是的，而且阿卡因为他这里哦没，有，飞轮躲了主球，没错。哎呦，因为他交了击球点去封海边的密码机，导致他没有那种足够多的击球点回来追他现在手里哎呦，卡要一个模型压好了呀，就是可惜他没有带这个回光返照照。是的，所以就需要求生者再去帮忙上一个化险为夷，开门战就有化险为夷的这个20秒来抵消掉你没有回光返照带来的这个弊端。对，那这样的话，那台密码机也是稍微回退了一点啊，但是应该也没关系，最后还是可以压好的。是的，影响不大，这已经是第2次回退了。接下来就看陶完的这波救援。他现在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所以不能说给到他不能吃震慑。震慑。但是阿卡呀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等一个释放。主球是交到外面了，想抓，但是也没抓到。这里陶完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无伤掏了下来。小门那边暂时还没有贴上，对，不着急。不过阿卡这把是有底牌的，所以他一会儿把人挂飞了，可以把这个巡视者给切成传送。因为确实有人他是赶不到的，像刚刚救人的。但是至少求生者全是满血啊，对吧？你满状态走到门边，只要门能开，是有机会能够闪跑的就可以了。甚至佣兵都能帮忙扛，队友其他人也能帮忙扛啊。门开掉了，门开掉就没机会了。陶完这边他是可以走地窖的，你把船交到门口的话，那求生走掉，让队友走地窖就可以了。哇，没想到啊，在古井村这张地图。北京 WBG 是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完成了3。捏捏来说，他的杂货挑选啊，最后还是看一下，果然是冲着实体的守门人去了。这里火灾好像露出来了，有没有看到？哎，捏捏应该是看到了，停住了。对，哎，好像还是选择去把守门人往木屋的方向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古董商呢，他也没有在木屋被干扰，他是去了海边。对，这样的话，手把在大船下面已经提前放好了踏板，一会儿 NP 如果牵制路线正确的话，是可以往那个踏板去的。对，那这样应该就是打算去找一下 UNP 了。是，而且捏捏这里是携带了闪现，这个藤蔓非常的准。哇，对时加一刀，这个伤害拿的太舒服了。NP 也是直接选择往踏板去啊，这一波可以上到大船。感觉这个踏板得顺路踩了，顺路踩了再说。不然的话，他这把没带移形啊！如果带移形的话，你想想，这时候移形已经好了，然后直接移到大船上，这个人可能就倒了。对，可以看到玩具商那边也是给古董商塞了一个道具，就看一下捏捏这波能不能快速的排到 NP 的一个走位了，把密码机一封。这边想换节奏，主要是古董商你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是的，这个点位手把是不敢去翻的，而且他带的是化险为夷啊，选择直接跳下去，然后再放一个踏板上来。这一波他还有机会哦哟，跳出去了，及时弹了出去，然后打开自己的滑翔翼，真的很险。不过现在身位拉的还是没有那么开，等你落地，这是绕回了点上，想在这个板区牵制，但是反而很危险啊。对，我觉得不如拉伸距吧，因为他觉得再往前的话是队友的遗产，所以他想拐回来。但其实你倒这里的话一样的呀。对，主要是刚刚没交移形的话，他手里有技能嘛，不管是什么技能，你只要离他身位近，他都更好解决你。对的，对的，我其实觉得他应该往小船滑，然后福库提前交一个气囊在那边等他，这样的话他是有机会能够转进。哦呦，这里一个碎石，但是并没有震到，这样是有机会能够转到小船，或者说让一会儿再绕一下双11什么的。这个气囊看一下。碎石还是空了，自然交易限制到了，有点危险，哇，还是卡到半了，没有过半。对，下来以后可以用这个藤蔓直接追手把，手把也没有飞轮啊，这把带着纯化险为夷。捏捏似乎不想打他，想把人给控在遗产附近，但这里有踏板可以跳，怎么说给打断？跳不起来，对，跳不起来。他是收了，他这波没有选择跳，先把踏板收回来，防止被踩。然后倒到了后面还是有机会去牵制的，因为刚刚的话能看到火灾调查员如果再给到一些辅助，以及说他自己把踏板给收了，对，还是有机会牵制的。但这一把的话，我觉得 NP 得被迫上班了，他得带着1/4的一个状态过来 OB， 不然的话，你现在把手把就是你就算套上化险为夷，密码机是不够的。
他挂飞以后，捏捏的保平还是比较轻松的。对，但主要 Yunpi 的话在角落啊，应该是不太可能过来了。是的，是的，密码机进度来不及，那边只有66%的一个进度。看一下碎石震了一手，震到了，再来击了一个门。就下来看能打到谁，这个也比较关键啊！哎呦，打到了玩具商，那他没什么牵制机会了。没错，古董商那边完全赶不过来，他密码机只有80多。对，现在手把只能倒到一个比较难挂的地方去操作了。这里应该要最后滑翔。对，滑到刚刚的一个海边的位置啊，让他挂，但是来不及过去了。是的，还是掉下来了。那这个地方挂上以后。年年下一波节奏很好续啊！对，外面残状态也太多了。是的，密码机差的也还挺多的，有一台大遗产和一台重新开始破译的密码机。这里幸好是没有通缉，但是对于捏捏来讲，他也是知道人就在小船附近啊，毕竟第一波火灾就从那边来的，然后角落那里也开掉了一台，那么你们的人一定是在这个双11的范围里面，是的，就看捏捏多久能够排到了。耳鸣已经起了。他们有没有机会？这应该是能摸起来一个的，调整起来。摸起来了火灾，但是那 P 的位置很危险呀！前面这个窗怎么说？云门过去炸倒了。我预判了你云门要落点的位置。他的碎石都没放在窗户那儿，他放在窗户前面。是的，是的，这一个碎石太精彩了。我正常放窗户的话，一定会被飞轮或者云门给操作掉的。对，是的。但是他这一波是非常大胆的预判了一个远距离的碎石，直接选择传送 CT。CT 这边的一个状态是3/4的一个恐惧值，它的一个板子是有提前下。那这里藤蔓如果拉到又秒了，是的，藤蔓拉到的话就是一个1碎加1刀，哦呦，拉到了，那秒了，还要倒在遗产了，这把甚至捏捏还要奔着多抓去了。是的，把人挂上，你们2位穷者在哪呢？只能是从双11过来的呀，而且你们还调整了，那我直接往双11的方向去拦截，对吧？先拿1刀吸一个藤蔓，你其实还是救不了椅子上的守门人。对，你想抢密码机也不可能啊，直接把密码机给你锁住了。是的，左边看到了福库，右边还得注意 NP 有没有绕过来。但如果他绕的话，这个板他就卡不到。现在只有火灾调查员的走位有机会卡板。是的，是的，在板中间换一个自然交易。这里捏捏也不着急，因为这个人一定是过半了。对，从这个距离来说，福库能操作吗？弹过来，但是还有一个自然交易，而且有碎石掏了下来。哇，福库这2波救援怎么都这么极限？这个地方能被救下来，还是有点没想到。这波掏人太极限了，但是 CT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他手里还有一个铲，对，但我觉得不太好带。没有关系，你下铲了，万一道具逼了 ，OK， 我回去管密码机，你密码机边上是谁，我就把他给打倒，压一铲。OK，CT 出铲了，CT 出铲是为了防止人品那边被追，他想主动来扛这个压力。他在海边必须要下铲，但是他走到了板子边上，他是可以出来顶这个压的。那现在捏捏已经挂不回海边小屋的那台密码机了。对，不过他这样一来一回，已经把他第2个传送给拖出来了。是的。你说守门人的话，开门战也是个挂飞。而且穷者还能换位吗？换不了。捏捏主动出击，但福库救不了呀。他是一炸倒，这个走位非常好，躲掉了这波藤蔓。没错，踩了个板。还有闲情逸致踩个板。对，是觉得自己的局踩板也太悠闲了吧，捏捏。这里想碎石击倒，但是另外一边人已经救下来了，也没关系，也没关系，至少有一个人可以挂上，是还在手里，但这里要小心，偷袭了一手，下来了，那台密码机是压好的，你打一刀扛到了，那这样的话是能亮的。是的，捏捏这里只能去打脸上求生者的一个针对了，对，但是 NP 手上还有另外的一个玩具商给的道具啊，碎石震一手，现在捏捏反而不着急了。多用自己的一个技能来压一手起身，但是你这个位置看一下捏捏的想法吧，因为是海边小屋开掉的密码机嘛，他就知道守门人一定在这个位置的。对，那这个藤蔓大概考虑追守墓了，偷袭手吗？有点不太好过去。不过现在确实是2个人都在被追，而且守门人的话手里还有一个残铲，要对下掉会比较好一点啊。直接用来位移了。拉过来，把守门人给架回这个海边。就算这里有地窖，但其实 NP 那边想出门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对，然后以及这个藤蔓已经躲不住了。哎呦，直接捆到也是打倒了。对，只要把它挂飞就可以啊，因为这边是个挂飞。是的，守门人挂飞的话也是能够保下这个平局。是的，
最终捏捏也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一个平局啊！哦，还不止平局呢，现在手里有传送，还拦到了这个火灾。对，主要是他没有气囊，哦呦，滚到了。主要是火灾他不敢走啊，我走了的话，那古董商怎么办呢？其实当时就应该他走，然后古董商找机会去回海边的地窖，回去走地窖，因为传送已经交了嘛。他就想在外面帮忙去扛一下压，吸引一下火力。最终看一下 NP 有没有打算操作呢？对，毕竟对于他们来讲，结果都差不多了。双方都不太敢贴对面很近啊，都是一步一步走的。是的，他手上是有一个道具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位移型道具。是有是位移型的香水，对吧？有个回速。那我们也是恭喜北京 WBG。我觉得他其实这种非常比较极端点。不过有我第一把选择波姐，然后第二把对面就可以。大房的木偶师2板1窗是进入到比赛外面门。这边选择找守木。不过零次这边的话也是选择了直接进点，那这个板子可以选择提前下。2个板子都下了，不管，直接下了之后铲子直接交。然后这个是固定一个牵制，下波震颤到双板1窗的位置，回速距拉开，有可能震颤不了了，那就吃刀吧，没办法。打出来了。然后里面的那款板子有板就直接下，他的任务就牵制够足够的时间，尽可能不被多抓这局，尽可能的不要被刺，把所有的时间都拖满。然后下铲子下了之后直接交铲子，对，把他自己的铲子能拖的时间全部拖满。对，将就的话还是得去踩板才行。是的，那下一波可以看情况去大房了，因为大房的位置有一个关键的板区，队友也可以帮忙下板子。不过这把的话，其实对于 GR 来说，他们如果说追守墓人的话，会闷掉一个化险为夷，那外面的话只剩下一个化险为夷了。是的，但守墓人比较肉啊，而且队友能帮忙下板，所以他压力没那么大。哎，不能翻，不能翻了，翻的话要被震慑了。闪现震慑。是的，那下一波没有意外直接闪现，但这个位置能进板吗？有拨板机会。抽到了，抽到了。但这样子的话，其实密码机会稍微慢一点点，因为木偶师那边是被干扰的比较严重，对，而且这一波木偶师还得直接过来，因为江秋大概率是要去逼救的。是，木偶师这个位置如果想着卡血线，可能是会逼状态的。是的，所以得要躲得远一点点，不着急。但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他同样的是没有办法去破译。不过江秋要考虑会不会调师也带化险为夷，因为这把是有可能3个化险为夷的，所以担心调师吸完中场之后过来救回速了。卡梦也确实是过来了。那卡木这波香水监管者不打，是的，然后再帮忙去卡一下。但这个点的话，其实人是不好卡半吧？有点极限，他直接摇路一救震慑就震慑了，无所谓的。是的，我的话是极限卡到半了。阿策，感觉这波的话确实是比较极限一点了。这波不敢逼香水，因为有可能倒的方向倒的比较远，找不到。下一波是没化险为夷的，这个人得卡着，卡木这边得过来卡着。如果监管者走得远可以救，监管者贴得近，看情况。卡木得要绕个大圈走到了月亮门那边，沿着月亮门的边缘走过来。但这里的话是直接看到了，那可能被逼救哦。这时候香水有点关键，直接毁，要逼救了。将就直接 A 的话。回速在脸上，板博想拖下逼香水，尽可能不浪费0次这个座椅。是的，那这样的话得提前去交。骗哇，卡梦，哎呦喂，卡梦 AK， 这一波救援已经是把能做的都做了。还是那句话，太难想象了。18年就是绝活调香师，顶级的，26年还是。状态太好，一点都不着急放这个香水，对，把香水利用率最大化。盖板这里还盖到一个头，还能活，等于带了个化险为夷。这0次给自己套了个化险为夷了，等于是。是，那这里的话，其实拖的时间已经是比较多了。是的，是的。那这波无伤就太关键了，因为江秋哪怕传送好了，外面没有突破口呀。是的，都是满状态的。剩下的密码机其实他们是打一个3板跟2板1窗的拉扯就行了，因为他剩的密码机是3个角落。对，阿策这边要直接修，为什么？因为他有回光返照，我不怕追，外面2个人抢修一台密码机，谁都能救。不过这边的话，因为板子是提前被守墓人那边用过了，所以这里可能得去换点。这个板子翻不了，踹掉，那下步路也得摇。那外面密码机50了，已经2个人合修太快了。板博，我觉得求生者可以提前走过来了，可以提前过来。是。
回速一刀可以。啊，这边抢修还是在抢，他没传送，抢修亮了，这边直接点门平局了。是那边踩完板，然后刚好再拖了一点时间。这个核修加破位加速太快了。那这样子的话，门那边肯定是能开了。哇，这角色太聪明了，不给他拖传送的机会啊！是的，肯定平了。就你中后期其实去打控场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你本来压的密码机就是3板那边的，那这样的话你点小门其实跑图的时间也比较少。是，重点是传送好不了。这一波传送吃了，把他开门战多抓的机会给抹杀掉了。其实本来如果说这里，我觉得还是一个时间判断上面的问题吧。没错。如果说那边能够签到木偶师，但是2个人都还在抢3板的话，对于江秋来说还是有一个拦截的空间。拖传送的。可能也是因为他上来接破译没有压力。赛况解说。好，年景直接去找小白。气象，想骗，想拐。不过小白那边其实也是没带化险为夷的嘛，过来找皮皮虾，皮皮虾他是带的飞轮加弹射的。他主要想把小白赶到那个封禁的密码机那儿，让他少修一点。我这边还存愿力，无所谓的。而且追木屋的话，其实窥视者能架点。是的。诶，一个慢翻，这一刀他不能翻了，要翻就震慑。第一刀其实拿的还是有点快了，快呀！而且这个点你不好直接转走。大咒像马上就好，能不能平地给一刀呢？不给，直接给了个咒像。那这样的话能够转回去木屋，但是木屋其实还是在窥视者的范围之内。给你砸，这是故意的。故意的吗？也是，我猜是故意的。脆板嘛，然后过来直接飞轮顶掉，下个咒像还早。转过来有一刀。应该是倒了，因为咒像出不来。对，然后飞轮的话已经是交货了。是的，是的。密码机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多。这个密码机量对于博奖来说是一个优势开局啊，算是优势，但是也不是很优。但是还可以了，我觉得，因为你想想，你这波是能挂到油罐去，然后小白那边因为他没有化险为夷，是，所以你只带一个弹射的话，可能是得换密码机去修。他得要赶到角落，然后大夫救完之后呢，再去补他的密码机。是的，这样的话你会调动2个人，不过也能提前先去挤他的第2台密码机。是。只是木偶师会有点累，他要跑图去补掉大副密码机，然后再起一台新的密码机。下波木偶是要救人的，所以有点尴尬。打到了针对，那这一波枯草无伤就补了一点点节奏吧，补了一点。枯草那边想要先去破译一下木屋方向的密码机，是的，然后让皮皮虾倒到2板1超。那下一波的话就是18过来救援了。这边是故意往这边倒的，这样18就能救援，但18这边可能会逼状态。那逼了个路易过来挂人，挂人之后这台密码就修不了了，因为这它是一开始的遗产。是，但这样子打的话，其实对于年景来说就比较赚了。你还没挂的时候就先逼掉一个状态，而且这一波我肯定是要过来找你的麻烦的。对，我会逼你救，看你能不能把水晶卡满呢。这一波要逼了，再补个围龙。这样的话，其实你这一波就有一刀机会后撤骗，再骗，想打这是蓄力刀，哎呦，可以。再看一下皮皮虾那边还能不能再拖一会儿吧？有咒像，小咒像交了，这个位置要木压，那你转过来就倒了，没办法了。那赶紧是倒离一下2板1窗吧。是的，18这边小心。年景他非常喜欢偷救，对他而且他喜欢骗。他以前就喜欢，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所以18这边呢不贪了，直接走了。那现在赶紧。18那边现在其实想把2板1窗抢开。对他要抢。因为你挂人嘛，挂人的时候你交不了围容，过不来，所以我们这边抢开，抢开了之后，外面的密码机差的也不多，就看能不能扛住压力了。摇怀表直接摇，怕被偷。其实外面的话真的只差一点点，差的是第1台油罐以及刚刚大副兴起的木屋的那台。是的，那现在年景可以一个人守2台密码机，这时候呢就需要18去起新的密码机了。但博奖人的攻击范围非常广，15米的围龙，很恐怖。知道他位置一刀应该跑不掉了，因为他已经没有状态，没有道具，外面起新的密码机。是的，这样的话其实木屋这台也还开不了。是的，只能起新81的密码机不要了。而且木屋这台机是一定会被管住的，因为大副这边已经是牵制不了了，是的，一定会倒在木屋附近。哎呦，这利用一个下板僵直位移了一下，所以围龙没有围好。是的，这样的话你还是能够去多逼一个围龙。是的，多消耗40点愿力。
下一波小白贴过来，因为监望者可能去拐的，这波挂之后他是有可能去拐的。对你这波挂完之后，其实感觉还是要去找一下大门那边，因为木屋跟大门其实离得比较近。这个时候换位修，让这个7项修小木屋，让18贴过来救。但这里的话是摇下来了一波，但是他出来了，没卡到，没卡住，有点亏啊。是的，那其实密码机马上就要压好了，这边也是都有弧光反照。这一下有点亏了，得不偿失，直接摇入力加速。对，不过情况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其实年景的技能能好。对，你压的是木屋的密码机，能够有一个跑到小门的说法，然后再去管，还是有一个多抓面的。他现在不敢点吗？也行，一个点一个在脸上的这样的话，对，一个点一个在脸上。但是这一波如果说挂到2买1窗的话，那边能不能意识到排到枯草？这时候不能点了，这要是点的话会出事儿。挂这个位置离门口太远了，只能松手，要骗传。看年纪传们传送，直接传。然后GG这边很聪明，提前跑了，躲了位置还比较远，看年景能不能找到。哎，看到脚印了，这里脚印了。很精准，不过在围笼外面要再交愿力才行。而且7项那边其实还是道具比较充裕的，这里还能再拖。转过来了，哎，吹一下还能牵制吗？还能再牵制，这里还卡着块板子，所以这个围笼是要掉了。然后他走出来之后，这个点位还得再补个围笼，这一下得倒了。气瓶好像好能交好吗？气瓶交了个层云，可以很极限呀！哇，还卡了个非常精准的位置。是的，那不着急啊，监望者过不去，我不拆啊，无敌啊！这是个无敌圈。对，这里的话还能卡一块板子。是的，那这时候再拖点时间，队友那边门贴上能平局啊！一刀能击倒，这时候年景没有愿力，门口再点，如果谁挂的话，门肯定能开。走过去也没有愿力，没办法了，只能挂人平了。主要这把的话，因为你在处理到小白的时候，他吃的本身愿力也很多，所以他没有机会再去管大门了，所以年景这边也只能选择先挂人。小白扛压了。哇，这太关键！他牵制如果少，那看一下这一波愿力，是看能不能套住，感觉比较难了，差一点，差一些，没办法，他的距离会差一点。对，完了，所以他必须得随便挂个椅子。重点是这个地图只要能倒。队员跟囚徒，谁给机会了？江秋带是张，好，江秋上来先惯例封一下密码机啊，虽然可能监望其实囚者也不会去摸这台。主要左边2个囚徒跟拉队员都是卡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而且他也不敢修啊，我不追他也不敢修，因为密码机被封禁了，他也不敢出来修。这边封一下密码机再往回走，想拉一下求生者。我确实卡梦那边也是稍微出来了一下，不过磁铁目前是还在2楼卡着。对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前期碰密码机的话只有1个人，而且卡梦这一把他带的是化险为夷啊，纯薄，牵制能力很弱。哎，贴身位了，身位让的有点多，而且蜡上的也很多了，88的蜡。是的，你这边还有减速呢，但是骗的也是身位。但是我这里可以远程先给你挂一点蜡。你敢开鼓舞，我这边就给你给冻住了，所以卡梦这边只能交。但是这里的话，我可以再去给你定住。对，因为这个时候呢，而且你还要吃个减速。对，你还要吃个减速。那这样的话，在脸上秒了，密码机1台办不到。哎呀，这个倒的速度太快了，纯薄牵制不了。哎，扭了一下，但是感觉还是不行。是的，那密码机算一下1台半吧。主要是刚刚第一波其实骗的身位有点多。对，因为卡梦觉得监望者可能不追他，所以他贴一下密码机，然后后面倒车骗了个大身位，上了一个70的蜡油，根本打不了。而且尤其是第2波，其实我觉得对于江秋来说，控的身位控的很好。你浇花球，然后定住了之后，刚好你解完，还有个减速要吃。磁铁居然幻想能修这台密码机，磁铁最好还是去补外面的密码机嘛。我那个中场位置的密码机，因为不可能给你修的。是的，现在的话是0次就被摇过来，但是江秋发现了。这一波救援压力很大，因为他是1救，2救基本上卖了，2救要出2阶的。而且目前的话，其实这个身位跟淘汰进度条不好去卡。阿策过来了，顺便把密码机给锁了啊！立正，开局。等于倒地到现在，密码机还是1台半。对，囚徒那边跑了半天图，没有，就是我的屁股已经过半了，我也做了1半的时间了，但是密码机还是1台半。真的只有1个。这个地图太可怕了，这个地图。而且其实烧倒了，没有意外的，这护轴，哎，监望者不贪吗？感觉还是先去找一下卡梦，因为他现在节奏比较好。对，因为他那个是过半的嘛，且这个角色他有一定的牵制能力，所以他选择不贪了。但这里的话，其实减速上面还是吃的比较满的。没错。而且我一封你这边就要倒了。倒个角落。
那这时候密码机加起来3台不到啊。那脸上其实还有一个半状态的佣兵，那边又有个阿策可以赶。半状态必须得抢这台密码机，他不抢不行，他只能拿命抢，队友得传电，但是好像还是不够，还是差一些。现在的话，移形又好了，选择直接去找磁铁。磁铁没有吸掉反射的，没有光反照的。对，因为你其实外围每个人的位置你都知道清楚了。对他双弹飞轮，这边在绑鞋带，这边是稍微的去调一下那个电连线了。把窗先锁了，这个位置不可能牵制啊，不可能。开火油，现在烧骗个飞轮，强电流直接交没关系。但是对于江秋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他不可能牵制起来的，除非他飞轮顶火油了。磁铁能操作吗？磁铁，哎呦，没办法，没有视野，没有视野交蜡块根本不可能，除非你预判到了，太难了。那接下来旁边这台密码机，也修不了。没办法。是的，暂时没有修，外面还有其他新的，你骑哪台呢？我这个点位中场那台密码机我能锁的。还有个问题，你现在2阶的蜡像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救人怎么办呢？是的，你不好救。灵次已经发现了灵次的位置，灵次只能拿命救，被发现了，不救他走不掉，只能救了。冻住，差一点点。13，那冻住火油就救不了了。灵次压力非常大，密码机还差挺多的，因为还要补一台92的密码机，能到底下能救下来，救下来。先把灵次给烧了，然后再去追磁铁，能打双倒。灵次能不能把这92的密码机点了？点不了啊，感觉点不了了，感觉不行。抽刀没抽到，能连根线吗？哎，但是也不但这个太极限了，太极限了，他要连线他要倒啊。然后这时候阿策跑过来这边击倒，阿策想抢亮92的密码机，感觉监管者要先锁的，是的，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主要这里密码机就在脸上，你硬抢就很难抢得开的。是的，好，而且蜡像师还有控制。密码机现在差的太多了，外面还有台40的，这台92的抢亮了也没用，你还得跑回去外面，想强行，想打切入刀可能摇下来，好吧，这个风是保队友的风，但是也算是把监管者推到影子附近。是的，而且这台密码机我继续封就好了，我只要不让你把这个近点的多的遗产抢开就行。是的。那下一波不好救，没飞轮，如果被冻住了，就一刀火油加一刀了，根本救不了。能喷到吗？高度特别高，喷不到，能到以下。那这样子，要不打针对吧？直接喷，打针对，强电流。这边板子已经用过了，所以还是得倒。击倒了，开火油。这样子的话呢，他没有后个反照，密码全亮，只能去争取跑一个了。争取跑一个，但还好脸上那台是能开掉。是的，他们任务现在就是尽可能走一个，不要被4，所以阿策压力比较大。灵次那边因为是队友摸起来的，他有自愈的，监管的移行过去不怕。但阿策这边的话，其实身位也还行，能接受。还有个陈云，地窖的点位不在河道这边啊，上下河道都没有。啊，太远了，地窖在大房后面，那没了。想移行吗？这波？我觉得还是得先压一下他的身位，然后再去交这个移形，因为这把其实对于他来说是。没有这个4抓面嘛？对，这4抓面很小了，所以他只要想办法先把阿策那边赶一下，有身位了之后，再把他击倒就行。对的。交了个陈云，哦呦，这陈云能上2楼，没办法，这滑的最高的。点位还是把握的很好的。对，这样在蹲，在骗监管者，但监管者看到没有脚印，我移行过去你也没办法呀。好的，倒了3抓，江秋这局。很给力了已经，不过对吉亚来说跑一个起码稳住了，年仅的压力没那么大。是，而且这一把的话，我觉得能走一个已经算是很惊险的了。那一波救援还好是灵次在高蜡的时候，没错，你的这个喧嚣，你的歌剧都能，他这个区选高化险为宜。这时候伊森本体分开，伊森去干扰。这一波肯定是不弱的了，继续一路上一口气再精神寄宿另外一个人，再把伊森拉回来，再精神寄宿一个，可能要起追小白了，因为角色克制嘛。感觉这波还是可以去起追了，因为你前期已经是干扰了2个人嘛。没错，58的侵蚀度，手平地追的要出来了。那下波，但是没有走伊瑟那边。他的话已经是有60的侵蚀度，有斩杀的可能。一指本相能中吗？中了，中了。那第一刀其实拿的还是很快的，很快啊！这第一刀。下波精神激素大概还有10来秒左右。
那伊森这个时候可以去稍微外面干扰一下别人的破译了，同时本体慢慢跟，等到闪现快好了，以及下波技能技术快好了，看看能不能省一下。只差一点点时间，可以进行技术了这波。落，那这样子的话是个大平地，有飞轮，必得提前交，没办法。是的，但是闪现的话其实好了，这个得飞轮滑，闪现就可以直接击倒了。对他这个位置要提前的，他得飞轮，然后荡绳。那这个击倒速度很快呀！哎呀，角色克制还是太明显了。所以再来赶一下枯草。是的，那看看谁先过来救，应该是枯草吧？他说另外一边有队友拉过来了，想要18先救。那不着急，先精神寄宿一下，垃圾神威要直接 A 吗？还想博弈？18是有个悬停救的一个想法的，直接救了。而且没有摊到这一下，他想悬停就被断了。哦，可以，这波是对狙了，互相，你狙我，一直本身喷你。18是想悬停无伤救，但是也无伤救了，主要是最后还是没有给到机会嘛。对，没打到。悬停虽然说是亏了一点，但是没关系啊。那我觉得保住状态其实更加的好。对，因为他悬停就是他经常使用一个伎俩，只要保状态。那你一没存在感，二我这边能安全去破译，不怕你针对，很赚。这边想拿伊斯人去干扰一下皮皮虾，不过皮皮虾的位置会比较远，是在大房的方向。是。哎，有侦探的机会啊，这么近。一主本相，想搏没搏到。那小白现在是往角落走了，他不太可能牵制，然后外面也没有队友可以帮他。但是密码机我觉得还是差一些的，差一台整，因为外面2台半的，外面一共3台半的密码机嘛。然后等到挂上之后，他可能能牵制一会儿吧。挂上之后，密码机应该差一台整。是，那看一下小白的话，其实现在手上还有飞轮，他这波是想卡陶片，但监管这边逼他下去之后，再侵蚀传送落地，侵蚀度飞轮想顶，没顶掉。这个弓不能拉了，因为他看一眼他就会被眩晕。不过其实他这波牵制已经是拖到外面2台大遗产将近要修开。是的。那其实就是剩下3个人打1台，加上你刚刚18那边是没有掉状态的，对，你续节奏也相对来说没那么好续。因为守墓人他毕竟有铲子嘛，然后你要找皮皮虾他是有灵救的，所以18那波无伤救真的很关键。悬停救还是很权威的。然后再过来去找一下。落的话，这一波是没2阶的，只是为了逼道具，他并不太可能直接深追。伊森要去控场，不然中场密码就要亮了。是的，直接交闪现来，想压血线打他们状态，找 CD。不过其实外面兴起的那台，因为兴起的比较早一点，然后位置又比较远，所以其实已经是有50-60的进度了。对，不过这个破译进度对于时空之影来说还是个安全的破译进度，抢不开。他只要不是到80-90，我觉得都还是在可攻范围之内。透视一下，知道了枯草的位置，那继续赶人。枯草这边被迫交铲呢，再把伊森拉过来，然后本体传过去控机子，不给他们破译，再打个循环。是的，不过过来之后，其实他们还是能够再去拖一会儿。只要你不给一个击倒节奏就行。下一波是没2阶的，18可以看情况把陶片拆了，给压力。再把伊森拉过来，本体再过去。那他想着把2阶留在这2台密码机了。如果他现在传过去对面的话，对，毕竟这2台其实进度会比较多一点。是的，没有踩陶片，不踩我就不传。但这边的话，其实也是年景直接本体过去赶了，然后再把伊斯人拉回去枯草的那边。那这一半场的2台密码机得小心的，因为2阶是留给你们的，留给枯草或皮皮虾的，得小心点。而且目前其实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去破译的机会。好了，这样子皮皮虾可能要出刀了，因为这波2阶已经好了，而且这台密码机离刚刚河道密码机比较近，但监管者选择精神寄宿，在等，在拖。反正2个人都不敢破译，我那边你也不敢破译啊！3台密码机没掉，我白读了闪现 CD。是，其实相当于是等于你3个人现在都在挂机，对，而且皮皮虾那边也不敢修，是。然后18跟枯草更是一个半状态。没错，那现在的话呢，如果皮皮虾敢破译密码机，他只要摸我就落，你不摸2台都不摸，我这边你也不敢修，没有人敢修，那我的闪现 CD 白读。是的，优势在我的落一主本相99。但这个距离走平地好像能逼一逼伊森去找守墓人。
往这边赶，哎呦，差一点点抽到，差一点点，就差那一点点，真的是比较极限。刚刚那下刀气就差一点点了。是的，协调反射，这边追猎出来了，这一刀是有可能的，还敢翻吗？不敢翻了，一刀，哎呦，他这波是想知道自己要吃刀了，所以提前回头，但。其实他拖的时间也是拖到外面两个人终于是碰头了，但是闪现其实已经堵了一大半，两个人你这个波补状态被逮到了，意识到了，没办法了，再把伊森拉过来，本体过去有闪现，见谁秒谁，而且手里面的二阶省了，这二阶可以留给这个入殓师的，敢修吗？二阶落地，一组本下中了，这里的话要击倒入殓师。这一波是草率了，觉得姜文有闪现一定会死追18的枯草，所以皮皮虾给压力，但他们忘记了二阶过去的时候是没有用的，回来是有二阶的。不过能够去摸满其中一个，而且入殓师那边能够自己反生，所以终于是到了一个求生者能够开始破译的节奏。对，但是这样子前王者有闪现能击倒的，同时伊森能去控场。82的密码机啊，抢的非常的多，要去管了。但这边其实已经是抢了挺多的，而且守门人那边不好管，是的，他有个铲。那我走平地逼铲子，同时伊森去对面，是你也不敢补状态，继续压你水线道具就行了，你的道具终究会被消耗完的。这一波就把凝就消耗完，下一波把铲子消耗完就可以了。一直这么来回打就行，没错。而且因为你其实抢的比较多的也只是枯草的这一台，所以现在河道这一台其实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的。这一边想姜万的落他。18是给压力的，姜万如果落他是能击倒他，但是88的密码机就会给掉，所以年景现在他比较谨慎，他不会落。落了，来这边要一刀平地追倒，可以，这是2挂的。那密码这边能够吗？不够，差一点点，能牵起来，牵起来差一点点，那很尴尬，接下来很尴尬了。枯草要救人，然后呢，18这边要抢这台80多的密码机。但监管者应该不会管他，应该不会管。现在有点不太好管，可能得去安排一下开门战了。是的，他现在伊森那边得去拉门了。看一下这波给他无伤救，同时伊森跑对面去，直接亮了。那有闪现在，这把还是多抓局。是的，而且枯草那边侵蚀度很多，现在开始掉了。你这个铲子没交出来，他想下铲正铲出圈，但是没交出来，有点亏啊。那闪现没交倒地，另外一边门口还没贴，这把多抓了，多抓的面很大。不过因为入殓师那边被救了，所以他多个灵柩，所以他现在是选择把这个灵柩换给了18，然后让18再去点门。是的，那他自己呢留在中场跟监管者爆了。那走平地，但万一他倒得快怎么办呢？如果皮皮虾这边倒得快，会出大问题的。要落吗？选择落，伊森没拉回来，不过没有关系。另外一边是有逃骗的，走平地能追倒，这也能够。哎呦，交闪现了，没办法了。那交闪那边你也救不了，反身就反身吧，无所谓的。再传去中场，反身的一个落点是在2楼，对，河道的那边。那这个时候伊森还在门口那儿，反正我伊森就守小门，慢慢打。然后枯草肯定会被淘汰，剩2个人，我打拉扯大概率是能4的。对，而且2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半状态，不管说你挽留有没有拖够，其实都一样了。是的，是的，是的啊。不过监管的给机会倒是有一点点机会走一个，精神激素落。那这个时候对于皮皮虾来说压力就很大了，因为他要牵制到队友把门点开。哎呦，2波一组本下全中。对，不过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有一个走地窖的机会。我先传、啊，他得先去找。就是不能直接去管那个入殓。对，我反正入殓师那边自愈需要时间嘛。对，我这边伊森过来，只要找到18了，他也得倒地。同时大门差100的进度，另外一边差50的进度，他不太可能说牵制的那么久的，不太可能的。想先挂，没问题，因为他已经是把飞行家的道具飞行家的那个身位压得很远了。是他下波是有但是他的2阶还没好哎。2阶没好有点亏，他把人运走了之后，想着精神激素，然后再把伊森拉过来，用伊森守住皮皮虾，然后本体去找18，大不了拖下个闪现。对，就等。主要你那边没办法，就如果说你不挂入殓师的话，你飞行家那边也不好搞。是的，是的，是的。好，传过去了。这时候，哇，这个判断的好准确啊！是的，皮皮虾那边是交了自起，但这边伊森也在。1万个陶片，你拆吧，你拆吧，1万个陶片。对，飞行家那边得撑很久才行。你下波只要一涨，我就立刻过去，涨就过去了。
拆不到。2个陶片你怎么拆呢？是的，然后再赶紧把伊斯人调到门那边去卡着18。对，18这边碰门口，再把伊斯拉回来，再打一个循环，这边还是1万个陶片。但是你这样打下去的话，其实闪现又要好了。是的，反正我大不了拖闪现，你这边踩我就过去。然后你如果入烈士敢碰门口，那我这边再精神寄宿落地你，没办法。这种局年景把控能力太强了，太强了。主要你开门战的时候，因为相当于是直接把守护人给了年景嘛。是的，那这边看到位置丢下来有2阶的落地，一组本相，有闪现都抵，我打不了100，为人都得抵啊！你没有自愈了呀，我再走过去传回去减18 4抓，天哪！年景还是太强了，他控的太稳了。他的一点没有被干扰。最近我选的少，不代表我状态下去了呀。我的时空镜还是之前他们监望者还能不能看穷攻击局能不能抓住机会了？这场比赛是有积压，找 PP 下去了。可能也是考虑到你自己追击，就自己牵制上面，其实没有自己辅助队友那么舒服。是确实，因为他如果找别人也是找祭司动的嘛，还不如我直接去压他。但是我不一定起追他，我可以拐，看人再找，想拐了，开局干扰，然后等自己移形快好，看能不能逮到人。这里面没有人啊。是的，因为刚刚的话，火灾是选择了一手反跑。是的，然后 PP 章也是拉出去了。不过密码机倒是没有修多少。哎，有个洞，想找火灾吗？要不钻洞过去看一下祭司的位置。但祭司提前上2楼了，不太舒服，身位上面不是很好。其实他一直想要去找18，但第一波没排到。对。但是我说你没在小2楼的话，其实就是在花坛的这边，这边也是选择提前拉点，这里想移形，直接贴到枯草脸上。那枯草的舞台很大。前锋这个角色板中博弈会更厉害一些，交互速度快吧，躲掉，要翻板，那没办法了。是的，这里的话可以继续拉球，第一波球的话会交的比较快。是的，道具消的比较快，不过双惊喜也空了。因为他其实这波双惊喜只是上到了一个惊吓标记，往前走的话其实是有一个电梯可以坐。是的，有个高低差的洞，那监望者有点被动了，现在下波双击马上就好，那这个球得拉吧。要不拐个双楼？哎呦，拉慢了呀！他想拉球，但被打断了，拉慢了一点点。空中飞人过去贴脸，还有一个上下洞，先打了。但是打到他的人了，没办法。哎，这祭司在脸上，监望者选择换追他，也可以，因为他毕竟是带了化险为夷啊。是，而且前期也是知道你给前锋打了2个辅助洞嘛。是的，双惊喜这边倒了，先把洞清掉，再一个上还能坐上去。等他下去呗。哎呦，坏了。那这样的话能够有一个双弹出去的机会。绕场谢幕需要一些时间，这个空中飞人失误了，不过没有关系啊，绕场谢幕能击倒，可以。那这条速度还是稳住了，以保平角度来看，因为密码机地下室，对，有地下室，密码机这边有个半状态的前锋嘛，然后密码机加起来是2台半多。那你挂到地下室的话，祭司又在椅子上面，没有办法去打一个地下室洞的救援。前锋也不可能救得很好啊，因为他没道具了，他只能卡着。要么下去秒救，要么卡着。哇，这个点位吗？这个点有点容易被拍。哎，但是年景不知道，浑水摸鱼往下面跳了，他是有化险为夷的。一下双惊喜能叠到吗？能救，能截扯。哎呦，他松手了，想骗刀，救不下来了。年景2个人在地下室下波18过来18。他哪怕是神，他也不可能把2个人全部救出去啊，因为他没有化险为夷啊。是的，他现在的话只能选择先去把前锋救了，然后再化险为夷，开化险为夷。对，只能这样子了。这样打的话也能出去，不过这样的话2个人都可能都得倒，而且得多个挂飞啊。是的，哎，监望者球稳了，这波不贪了，可以。这波对球员来说缓了一口气，哎，缓了吗？偷看了一眼，然后又想下去贪了。想贪啊！你不出去，我换挂你也行啊！我有移形啊，下波我可以捡祭司的。绕场谢幕击倒了，哎，差一点点。有飞轮，没有飞轮，好吧。他这把是一个化险为夷，对，纯化险为夷的，对，不是飞博。不过这样子的话，其实前锋那边是一个2挂的状态了，你还是得找人过来。那监望者方向是知道的，移形过去，但是移得有点远。哎呀，不过还是看到了，因为移形是能透到建筑物的。对。
那空中飞人过去，另外一边18刚刚下去把人救了，救完之后呢，我这边刚挂上，我再追一波枯草，等于又是一个挂飞。是，我脸上其实又多2个人，而且外面的话只有1个人在破译，2个人都还在地下室呢。是的，那这波枯草要怎么混呢？他得浑水摸鱼摸出去，但姜文不给这个机会，先把18击倒，慢慢来，一个一个来，收进起，不急。 绕场谢幕一下还能击倒，哎呦，没办法呀！这波打的也太难受了，而且其实你还是能上去把18牵下来。对，我不牵都行，我把它往中场一丢，我就把4抓了，我就把直接4抓了，因为我不可以给你这个走一个机会啊。对，所以他是选择往外面牵，主要你现在其实皮皮章那边也是刚亮的密码机，他大概是有一个排点的方向的，所以选择直接挂18。 反正皮皮章也看到了，走出来了，啊，这样子什么意思啊？难道皮皮章有什么小巧思吗？但他怎么牵制呢？他怎么牵制那么久了？空中飞人直接到脸上，你好，一下，双魂惊喜还有7秒6秒，7条反射拉走，他的下一个隐身很快，他有香手杖能续上，不过已经被架点了，打到一个击下标记，只差焰火舞台击下标记打中了。 现在屁股还一半，隐身是隐身了，现在只差一个干冰舞台的惊吓标记，但是怎么熬呢？熬不了啊，就差一个惊吓标记。地窖也不在这儿啊，地窖的话确实在旁边，对，地窖在旁边，但是问题是你熬不住啊。是的，他熬不住，队友那边还有时间，一下这 B 双击起击倒要死抓了，直接爆了！天哪，年紧了，又完成了一个4抓。 太恐怖了，这位选手是3次击倒了点，不太好起追啊。没错，现在来 COA 实施，看一下星耀梦上来是冲着小2楼的方向去，然后拐了一下，到后面哎，但这里的话其实打阿策打得很快。阿策怎么浑水摸鱼出来呀？他就在2楼打高力插洞，结果拿他没办法的。这波出来被逮到，这个夹子有机会啊！哎，所以他选择打洞。 打洞是避免他封窗，是的，这样的话可能还是得去考虑先翻窗，是的，然后再去切一波轮形态。那看看下一根刺能不能给到一个加速。卡了一下模型，哎，还卡了一下模型，能蹭上吗？差一些。是的，不过祭司手上因为是没有动的充能，所以这里能刮到，刮到了，还有夹子。这一下怎么说呢？能夹到吗？卡梦已经过来了。 夹到了，拉一下卡梦，拉一下有兴奋起的力量，直接击倒。其实击倒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这波兴奋交了，那不用说了呀。前锋就来，哎，磁铁也来了。先，确实，好吧。一个兴奋是这样的，不够用。一人被追，全家出动。没办法，外面只有1个人在修。就你兴奋只要开了，你后面就挂不上。 看看谁不走运是那个修机位了。是的，磁铁的击球手很恐怖的，他的击球手在排位里面的表现很恐怖，所以绝活绝中绝。所以这里的话只能先切轮形态去处理一下磁铁。是的，那这样子有2阶飞轮顶掉戏谑，还有板球，哎，不能挂，要打下去的。 火了，但这里的话还是得先把他的球处理掉，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限的道具嘛。那这时候让磁铁去破译，下一波要交给卡梦了，要卡梦接力了。这个穿刺助轮好，能用2阶，2阶还没好，对，戏谑还没好。好，接力到卡木保人，磁铁得交了，不交。但这里的话有个提前夹，看一下卡梦。 哦，想扛再拉一次，不过也换挂了，其实要换追，不换追吗？这得换追吧，再不换追这个人，好换追了，戏谑好了，但是卡木这边有飞轮顶戏谑，同时磁铁也过来了，到磁铁接力了，这是个接力赛，哎呦，还利用了个波密码机的位移操作，走位躲掉。 这一波扭刀扭了一下，哎呦，这下把时间拖满了。磁铁的操作放开打就不一样。这位选手，他基本功很好很好。那现在去别人过来找0次了，然后这时候到0次保卡梦了，换人保，看看能不能把这兴奋逼出来，因为今晚的兴奋已经好了。有戏谑得撞断，但是戏谑还是打
哦，撞断了。主要你远程其实还是有一个放夹的机会。是的，那边已经是在调状态了，这里继续切轮形态去找一下卡梦。对，刚刚那个是成瘾症的效果哈。那卡梦这边悲观，好了，到了，有兴奋在，要骗兴奋吗？不骗。终于是挂上了，但是外面其实也调好了。对，状态补好了，然后密码机是2台多，快3台。这波吸血，飞轮得顶，不顶的话夹一下 A 必救。这波不能补撞会非常兴奋的。但那边感觉好像又有人过来了，磁铁又来了。磁铁来了，他只有一个板球。卡莱莎模型，穿刺之轮能蹭上。这个时候看他悲观能不能打断了。磁铁这边板球没有交出去，没办法。飞轮顶一下，手里面还有兴奋，挂是能挂上，但他明显想给磁铁上刺。他主要是想先处理一下磁铁。是的，戏谑好了吧？毕竟戏谑好，这个夹能夹到就有，打了个双倒。这就是 OB 位的风险。我这边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大洞。是的，祭司可以过来救，但祭司得先抢完密码机，再钻过来救人。这个监管者这个波下车之后，祭司过来了，把大洞先清掉，就是能救哈。卡位吗？想搏，还有个夹子，想打气球刀。这一下要不就不救了吧？要救的话就打个感觉救不了了吧？想强救，飞轮顶掉了，气球刀躲一下，能救上来。得先挂了。对，得换挂。那这样子卡木是拉出去了，卡木的飞轮也好了，手里面有3个磁铁，还有操作空间。得要上第2根刺再下，不然飞轮能顶掉吸血。好，穿刺之轮，这时候看飞轮能不能躲掉悲观了。先夹子，卡还是视角要悲观吗？但是卡木那边也防了一下。飞轮预判。卡木还在操作，他应该只能亮兴奋了。那现在的话，卡木那边是要被挂飞了。没错，磁铁赶过来来不及。对，因为刚刚在补状态，他第一时间赶过来了，还是慢了一点点。那这时候外面的话还是有2个半状态的。现在江梦想出去续一下阿策的节奏。阿策状态比较差，吸血先把洞钻了。然后准备吸血，他想上2根刺再吸血，很稳。预判，哎呦，他预判到了，他觉得阿策那边已经牵制不动了，准备反钻。对他如果想牵制，他必须得反钻，所以我直接放夹子了，因为你不反钻，我钻过去还是倒，悲观你就倒了。对，所以他必反钻，还是非常的到位的。没错，新安梦他的破轮毕竟是冠军角色，这个也是之前他们的一个皮肤。好，那磁铁这波有戏谑有飞轮，应该是，哎呦蹭到了，坏了。那这下很尴尬，夹子夹到了吗？先放着，然后去处理的球，蛋给爆了。然后另外一边零次拉球去补密码机，摸上了。主要是磁铁救不了啊，没回光反照。是，而且这个位置走位。直接给你架住，有个飞轮操作的机会，但是那是他唯一的机会。遥望夹你，夹到的话就没了。不跟你搏飞轮了，夹你就行，只要夹到就可以了。如果你交飞轮躲我的夹子，我就 A 你。那这样子密码机这边，亮还是不亮？直接亮。亮。这把是4抓了啊。主要零次那边也没有什么牵制的空间。是的，而且他亮密码机位置知道的，破刃速度那么快，不太可能走这个地窖。除非监管者有那么一点点的，大家可以排，还有一点时间。是的，时间是足够的，能排到吗？哎，意识到了，戏谑悲观，不着急有飞轮，想求稳，靠近再悲观，再假装，再骗，不压，直接看不到了，他看不到，没有办法不压了，没办法，所以这边是4抓了，还了一个4抓，但是因为怎么笑这么开心啊？你看左脚好开心，你可能是玩到了想玩的角色，对，玩到想玩的角色了。刺破了280，4场4次。主场地图啊，除了大副前期还可以克制到这个过山车的嘛，窥视者地方。
好，看一下，应该开局就会往鬼屋去。有高低差的话，一个窥视者也可以把他逼下来嘛。对。但这里小夜明是没有选择在鬼屋做周旋，而是直接往鬼板拉。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 Pistopper 来讲，前期也不用去2楼上看了，直接可以去鬼板这个位置压这边的一个身位。那这里前期愿力不多，每一个围龙还是要交的谨慎一点的。看一下这波博弈，哦呦，小夜明这边收的很漂亮啊。但是对于 Pistopper 来说，他赚呀，他没交愿力的情况下就已经把你道具逼了，而你道具之间是有一个 CD 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他拿刀的一个最佳时机了。对的，一波8字回头，这刀应该是稳稳拿到。拿到第1刀以后，第2波的一个人物投影也快好了，就看一下这个投影能不能帮到他牵制第2个围龙。这个笼子给的其实非常漂亮，把人直接从板区直接压出来了。但是技能持续时间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换位，能骗监管出刀。对的。哎，这里钻到脸上直接击倒。还是击倒的很快的，1分钟直接击倒的。那这样的话，伊森其实这台密码机就不太好修了，他得要去尝试去准备破译外围的密码机了。当然，也有可能选择让他进行依旧。对，因为他是离得比较近的，而恰好携带了化险为夷，我觉得就不需要去换位干扰密码机了。让他选择实行依旧的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是的，来看一下 Pistopper 手里愿力还算比较多，外围直接给1刀。伊森无所谓啊，对吧？我肯定要卡血的。然后你没交围龙情况下，这一刀打下来，他的香水还是能发挥正常的作用。所以说尽量卡血，把围龙拆了，再逼一点愿力，给这个椅子上的队友创造一个更大的2流空间。但现在淘汰很危险，好在说极限卡半救了下来。是，那就看一下小夜明怎么去进行2次牵制了，无所谓，给你打吧，因为你1/4伤害是击不倒我的，只要你不交愿力，那么我这一波是可以拉到一个离椅子比较远的地方，而且静物投影是能给队友增加一个破译速度的。对的，现在的话就是往角落走，主要也是想着不干扰任何密码机嘛。那么调香师那个位置应该是顶着窥视者的一个减速硬是修炼了，而 Pistopper 这里是带了巨钳想压回去，但是那台机子马上要修炼了。对，只不过他压回去会有一个什么抉择，能让调香师没办法去破译起点的机子。他又得出去再修其他的。本来说修起点的话，说不定这把能够撑到4人开幕战，但现在的话，可能要大副扛刀扛得比较优秀，才能保证4人开幕战。我觉得如果扛刀的话，风险太高了，更适合套个化险为夷以后，调香师跟大副去补一下状态吧。是，来看一下这波第2波怀表没有摇到，看一下第3波要7神压上去。成功摇到，这里也是尽量的去拖。哎呦，这一波吃到刀以后，往后拉了很远的距离。那这样的话，小夜明可能又要快速倒地了。对，身位骗了一下，好，但是第2波收的还是有一个翻板的僵直，没有收回去。因为有这个内置 CD 在嘛，再加上翻板的一个硬直，只能说倒离起点，给队友创造一个更大的调整状态的一个时间。是的，哇，这一波再倒到角落，感觉 Pistopper 手里这个巨钳虽然有作用，但是在牵气球的时候已经花了特别长的时间了。那起点2个人的话，只要把状态调好，还是有道具能进行一个牵制的，并且另一边的古董商已经破译了第2台，可以选择去修第3台。两边半场的话都没有形成一个3连的密码机啊，所以说后期去打一个密码机拉扯，应该还是有一个机会去打开门战的。对的 ，Pistopper 现在也想去找这边那个调香师，主要也是回头没看到。如果看到调香师，肯定要去追，因为刚刚是暴露一个化险为夷，有可能调香师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对的，但是也有一种打法，就是逼大副的一个怀表，因为开门战前把大副的道具都逼光的话，大副开门战就会成为一个累赘，很容易被监管者针对。对，这边一个窥视者直接把位置排出来。再补上第2个嘛，我觉得这第2个可能交的有点着急。本来话是有机会拖一拖，看看能不能传送落地，但看现在的想法，应该就是要去强压这边的大副了。另一边的密码机有破译加速赛也在破译的很快啊，感觉马上就要压了。那说不定11这个位置其实能撑到开门战的。对的，也携带了回光返照，所以说这边击倒以后花了很多愿力。对，第1个笼子还没有把人框进来。哎，这里2个围龙好像有点绕得晕乎乎的，有点着急了。好在说拿到刀，成功击倒。对，现在大副手里没道具，地窖在脸上，看一下11能够撑多久，把另一边门市直接开始点的。
而且这里窥视者由于交的比较晚，所以说技能还没好，大副有自愈，他也不敢先走。对的。所以另一边贴门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在门口，即使传送过去，我觉得要吃个3连棍，这样的话是挺有风险的。对，2棍，但是第3棍没有打出止戈。来看一下，把这边的一个强势能拦回来吗？拦到了。那古董商没办法，他走了必定是个多抓局，所以说他还得出去扛一波压。对他必须得出来拖点时间。但我觉得挺危险的。是这边再吃7刀，感觉就得走了，必须得走了，没办法再逗留。哇，这一波的话，调阳是因为是沟通出了问题吧？在古董商打止戈的期间，他把香水交了。其实我觉得可以相信队友，但这里 Peaceover 是出现了一点小失误，把维龙交了一个。无人间对，但看一下这个位置，往前面走2步，耳鸣马上就起来了。那排到了11的位置，这里11已经没有任何的道具了，只要看到脚印，那3抓就能够收入囊中。是的，这一局对于 Peacestopper 来讲，最后的传送感觉按照正常来讲是很难去拿到节奏的，但是这边求者确实最后在开门战的一个给到对手，那飞行家其实是可以尝试追一追的。我的一个飞行家，然后对正面的求者就解说。好，进入对局。那开局看了一下换，怎么说？对救人位有想法，或者说他是前期先走位，然后再去把你电击桥封了，追咒术也是可能的。对的，然后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一局的一个密码机的刷点，其实对于针灸来讲是中点比较好去控场。所以他想先在这边逛一逛，不着急。把前期的一个地图资源清理一下，因为如果中后期要有一个漫长拉扯的话，地图资源也是很重要的。对，针灸这边 Killer Boss 也是过来去衔接这台密码机了。是，那这样的话刚好让真人9看到了。想封一下电击桥，但这个方向应该是找飞行家去了。对。飞行家也是比较好追的角色嘛，当然他也想回头去打一波回马枪。Killer Boss 这边没有上当，卡在板区里面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身位。闪现快好了，这一波的话可以趁闪现好期间去隔墙骗一下鳞片，直接闪。卡住了一个视角盲区，直接把闪现江川拿到这一刀。那这样的话，张狂响起，看这颗主球能不能抓到了。而其实教授如果被主球抓到的话，没被抓到。抓到的话，他的一个道具就不太好，找不到了，说是。那这样的话，这波牵制就可以说是比较不错的了。那只能等下一个主球了。而教授的话，因为自己一个技能还在，所以说完全可以靠走位去硬扭掉主球，他就能牵制起来，他不怕平地追击的。是的，看一下Killer Boss这波手里还有鳞片。这颗主球只要躲过去，对于单刀的台球手来讲就比较难去打。对，鳞片是可以尝试骗的。那这里还是封到了，主球回来直接击倒。现在密码机来到了2台半多一点。感觉挂上了以后，只能去干扰一下换的密码机了。而且求生者这一局前期的密码机破译都是比较平衡的，中点也好，7点也好，没有去留出一个3连给到针灸有后期控场的机会。他们走位很有意思嘛，起点的一个密码机被锁了，直接选择来抢大副的，就是为了把这个密码机连击给提前破掉。对的，而且现在针灸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背后飞行家已经快到了。那这样还是带了个小鳞片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无伤的机会，选择直接打。那教授马上技能又好了，这波直接弹一刀，有一个26的空间，而且真人9没有封火木马密码机，导致换的密码机是比较舒服的修炼了。对的，这局对于真9来讲，前期都没有去怎么干扰密码机的破译。反弹，但是这里要被架住，要主球来追击才行。是，看一下这波一刀想骗，冲动想要去拿机会，我震慑直接击倒。对的，还是拖了一定的时间的。而且这里带走了电击桥，想一个远程主球，但是有爆点，这里也没给到机会。对，大副选择补充一下道具，看一下能摸到什么。摸了个魔术棒那这个作用不是很大。想要上来去操作，吼下来了，那看打到针对吗？打到针对了。如果看到的，那对于真人9来说是挺毁灭的一个节奏的。那这波可以挂地下室。但他应该是想挂外面，因为挂地下室的话，这台机子封不住了。对，还是选择挂在2台机子中间，这样的话2台都有干扰的机会，自己手上的击球点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这2台密码机的位置对于针灸来讲也可以接受，都是在椅子旁边。求生者都在中点半场、7点半场的2台根本没有时间去破译。是的，干扰密码机的核心就是什么？最后2台
着重一台去干扰。如果你2台都干扰的话，其实最后进度会趋同。对，那这里是直接选择套上化险为夷，让队友继续带走。是的，克勒 boss 手里还有鳞片，想要去挡这波闪现，挡到了，挡到了。那这样咒术师一会可以选择过来 OB 了。对的，而且这个时候对于针灸来讲很毁灭，是手里没有主球，这波再进到板子里直接被盖，另一边咒术师直接跟上。推杆推的不是很好啊，那这波让佩布木有一个 OB 的机会，把大副照过来了，那这样的话能击倒，电击还要回退。那现在求生者就是希望你换抓。另一边咒术师已经开始在补状态了，这样的一个局势对于针灸来讲很毁灭。我们要知道 Killer Boss 这里还是有化险为夷的，也意味着他可以把大副带走这台遗产。对，而只要进入这种节奏，针灸是比较难受的，因为他会面临一个没有上挂飞在手里的节奏，开门战前很难淘汰一个人。但对于针灸来讲，好消息是求生者3名都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如果说开门战之前拿这个做文章，说不定有机会。哎，这里想声东击西吗？对，是掩护。Killer Boss 过来要准备进行救援，但另一边起点直接开始破译，这个位置真正是干扰不到的，修台新的是可以压满救的。是，大副也比较耐做嘛。那这样真灸一过半，等不及了，必须先出去，好像是给偷了卡半吗？对，应该是卡到半了。这波主球也没抓到，那现在真灸手里没人了。完蛋，这个节奏对于真灸来说非常炸裂啊！而且手里的击球点要去管另一台密码机，有点太远了，已经脱修了，干扰不了了。不得不说，欧米尼这把求生者沟通配合非常到位，而且个人的实力也完全发挥出来了。对的，硬生生从真9的手里扯下来这台密码机。那这样的话，再强行去干扰一下起点的密码机，虽然能干扰到，但是电击桥一会主球消失了以后，可是多人在破译加速的情况下修会修得很快。而且求生者这边那个身位拉得非常远，普拉奔斯直接往角落走，意思就是我倒在这里，你们可以不用救我，求生者可以直接把它卖了。是的，这局密码机只需要抢开就来得及。真9也是希望啊，寄希望于这个飞行家他是没回光返照的，所以来尝试一波。但看求生者这边就是不打算直接过来救一波，直接点亮进入3人开门战，这边的人可以暂时不用管。大副还有怀表的话，完全可以卡着。对，要去处理大副的话，看一下这波能不能有机会。主球先交，但是没有咬到，手里有闪现，这波直接闷到了。哇，一个惯性，而且预判了换的走位，拿到刀。但这一波的话还是要优先挂，因为换也有自愈。另一边求生者好像来不太及去救人啊，这波真9完全可以挂了人以后再往椅子那边去改。如果听到耳鸣的话，甚至这一把有3抓的机会。对的，单看一下真9手里的击球点不太够用，他想直接过河，那另一边就有人能够偷偷摸摸过去把人救下来了。因为真9他太想多抓了，所以他不能接受平局，他要再去争取，但这样无疑给了机会。这边的话强行点亮解擦，门就差一丝儿，但另一边的话应该所有人都能被救下来。飞行家还有背包，赶紧交背包去赶路，而另一边教授是可以考虑去点门的。对的，真9有点着急，这里这个门没有去封主球，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接下来再过去有机会还能再打。都救下来了，2个人，两边给压力，真9击球点不是很够，他觉得鬼屋有神，他想做防守，这个耳鸣骗到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欧米尼从开门战前就很确定一件事情，他们求生者可以接受保平，因为监管者已经多抓了，对，所以说他牺牲换，争取2个队友能离开庄园就够了。是的，这个位置再回头找大副，但是另一边门已经点开。那就可以掩护教授还有飞行家离开庄园，完成平局，拿下第1回合的大比分。是的，我们也需要注意，这第1回合可是 A 了46秒 plus 一个压的，所以说从后交这个投影的话，这边波将可能会选在墓地门口。SAT 的监管者来看一下进入对局。开局哇，直接交换灯片，选择拉点，但是跛脚羊怕你拉点吗？你反而交了道具以后，他会知道你后面没道具，他就更想追你了。这里还给到一道平地，对，想前期拉点的话，忘记自己的本体还留在中场了。是，那这样走到墓地里面，更想追你了。对，来这边补了一眼，这样的话到时候干扰一下，对，也不太好修，还得先把眼回头了。其实在套路想吸引换出来，那这样第1个围龙看有机会吗？
没出来，那要不就算了，出去找其他人了。愿力也马上满了，但是前期的话确实压迫住2个人的一个破译还是很不错的。对，调香师虽然一个香水大概率能废一个围龙，但是现在愿力那么多，我大不了2个围龙直接废你香水。对，直接补一刀，看一下这第2笼子很关键，直接一个后撤龙破香了。那调香师现在只能靠着回香的扛伤去牵制了。哎，这里直接被吸过去，当面给刀，追击时间、牵制时间非常短，击倒的非常快，相当于是直接2个笼子秒了。第1个笼子那刀我们就可以直接忽略不计。是守墓人说，好不容易爆了点，不抓我了，我还得回去把自己机子上的眼给拔了，拔了以后 OK， 醒醒，该救人了。对于求生者来讲，前期密码机被压迫，其实修不了太多。看一看这波救援。守墓人盾铲过来有啥好说的？等他出铲的时候，有个围龙打残他就行了。哎，这个笼子有说法，是确保你不会出来当涛哥无伤嘛。那这样只要继续正常的衔接 Killer Boss 的节奏，那真人9的一个开门战前减员的一个目标是比较容易达成的。是的，现在 Killer Boss 没有办法牵制，只能往角落走，去看看 Paper Moon 要不要过来清补。来了，已经在来的路上了。Paper Moon 空地 OB 是有机会的，这里直接罩住，但是人家拆了龙以后还是有机会 OB 下来。对，看一下这一剑补上一剑秘弩，直接打下来，这刀没有补笼子，手里愿力不太够。对，那这样的话 OB 效果就起来了呀。窥视者加上那即使能还得小心这个车，电车哥哥想强行入境一波。对，看一下这里有窥视者真9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尝试放一波单龙的。就现在对于他的一个问题，击倒不是难事，击倒以后怎么去管弓箭手才是难事。但这里的话也知道监管者至少要攒2个围龙的愿力才敢去击倒挂人，所以说 Paper Moon 是直接选择破译。这个意识也是很到位的。是的，再加上刚刚过来，其实拖了起码有20秒，对于求生者来讲，前期没有牵制起来的一个劣势，稍稍弥补了一些。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局带的化险为夷是比较少的，椅子上有一个，那没有化险为夷的话，还要考虑救这个人吗？自己这个位置送了波头。被砸了个头的话，这一波是可以考虑救的，毕竟当着面交了那么多的一个围龙，所以愿力应该也不是很多。看一下这个围龙，求生者这边是直接选择强拆回香，其实这个时间不太够的，钻过去还是击倒了，但弓箭手又来了。Paper Moon 当着面弯弓，所以说还是压迫到真人9，不敢第一时间牵，至少逼真人9一个围龙吧。对，现在 Paper Moon 在这儿就主要是要拖外围2个求生者去补状态的时间。是的，又像上一波一样，直接被一个关系打下来了。这个剧本有点熟悉。其实我觉得真人9这个围龙不要罩这个弓箭手，而是把自己跟监管求生者隔绝开，对，把椅子框进去，对不对？是，这样的话他直接可以回头去挂到后面的椅子上，可能会更快一点。还有一个冷骨钩 ，Paper Moon 选择算了求稳吧，因为这一波如果他再被打残的话，就有点得不偿失了，而且他很难在密码机被管住的情况下 OB 到这个 Killer Boss 4人开门战，对不对？没有太大的一个拯救价值，选择留道具求稳了，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法。是，主要是他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外围的2名求生者已经把状态调起来了。对的，往往就是排位的时候，有一些 OB 位他容易上头，他觉得我既然达到了一个收益，我要进一步把收益扩大，但是忽略了密码机不够的事实。那这把的话 ，Paper Moon 整个思路就是很对的。但看一下这个笼子，看 Paper Moon 手里还有飞轮，飞轮一波想要拖，但感觉这刀感觉哇，撑到围龙结束了，给到一刀平地，最后人一直在抢。对，因为如果中场不亮会是个3连。这波过来没拿到刀，真9补上窥视者，中场战密码机暂时求生者要去修的话会有压力。那真人9完全可以把独栋的密码机放掉，就守这3连。有刀了。守3连的话，不教养很强的，特别是带了窥视者，谁修机我一目了然，我直接回去。换线得走了，他必须得拉远了。这个阵容虽然有一个道具可再生的幻灯师，但是其他人道具不可再生的。真人9可以完全把求生者的道具逼光光，再去打一个开门战。对的，并且这把手里窥视者能够去拖很多的道具，底牌甚至都还没交，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多抓面的。
是窥视者的一个细节，就是什么？我尽量插在一个离3连中间的位置，这样你拆的时候也更有风险。连续站住了2台一闪求生者，其实被隔绝开，没有办法去补状态。那现在来到真正9的一个节奏，因为他手上的愿力也比较多，现在如果有一波上瘾节奏，再守住3连的话是有机会多抓的。而幻如果要给中场压力，那么他的一个道具就要被逼完，甚至自己还要受伤。是的，状态一直在掉，这一局现在对于球队来讲接受不了倒地了，一旦有人倒地，将立马崩盘。是的，监管者中后期去拉扯运营，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所有求生者打残，让求生者要么调整状态，要么被上瘾以后没办法救人，所以这一波过来再击倒人，击倒，哇，在3连的话是很有机会的。对的，2个求生者是直接从笼子另一边到这里来，倒在了一찬脸上。现在真9的机会来了，他只需要保证另一边密码机不会修就可以。甚至真9这里还做了2种准备，我已经能挂人，但是我先不挂，再过来耗一波道具，甚至把2个人击倒才做一个罢休。是，但看到 Problems 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安全了，要处理的话可能会被拖到另一边摸起来，所以真9回来选择直接强行挂上求生者。他过来是看什么？看密码机，他要确定那台密码机其实亮不了，他就心安了，能过来挂人了。对，现在求生者不能去修另一台了，只能来强亮脸上这2台打拉扯。2楼下的话也是一直被干扰的一台，修不了。这里的波小羊，这个压迫感实在是太强了。哎，想过来偷人，被逮个正着，被击倒了以后换还来不及救。对，密码机也只有80，刚刚出头，根本点不亮。没有道具了，那这一波围拢过来，只能苦苦支撑，最终击倒完成4抓。对的，真9在第2回合这样最后一个控场情况下，抓住机会拿到了这样的一个4抓，5分的压力还给了欧米尼。这把真9前期的一个战略，包括对密码机的干扰思路太清晰了。前期我站住你2楼下，中场也是你不敢修要拉走的一个位置，利用这2台机子再跟一个马路机做一个3连。让自己中后期的一个控场后，太怕。看一下 Pistol 的一个熟练度了，墓碑的长窗。那这里 Pistol 飞行侠的话，其实进入到对局，哎，看一下开局没选择去走窗，而是直接变。对，那看来是想去直接抢节奏，这个身位拉得比较近。来看一下星爷这个位置的操作，这里就很吃破人的一个上次熟练度了。有单窗，这个位置其实是比较好去躲的。走空地的话，其实就看博弈了。对，哦呦，这一波顶墙想要去强行改变自己的角度，但是星爷这边还是很老练啊，上到1层4，开始这个夹子规避掉，躲一下，一箭命中。这个夹子很关键，星爷直接不跟你博弈，补上壁弩，打出眩晕，这样的话身距拉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但是这里身距还没有办法进交互点的话，空地给到1刀，开出1阶，后面有长刺的话就更难去躲上刺了。还想要回到后面那个点位，但是 Pistopper 手里的长刺看能命中吗？开得很早啊，这个位置感觉是有机会走位，有点着急的。哎，还是上到了，有飞轮，对，这箭想命中，但是空了一波，戏谑加悲观，直接倒地。是的。他是用下夹子这个动作来骗你飞轮，那么你第一时间没交，我第2时间直接捏，即使你飞轮躲掉了，那么你的位置也是有机会被夹住去拿刀的。星爷这个位置有点着急了，被骗到了。那没关系，飞轮在手还是有很多操作空间的。这一波让11过来给一波完美的救援，这样给到2的空间。对他想摊一波双倒，所以这一波其实是给求生者一波无伤救的机会了。走位一直在扭，车要来了。电车哥哥来辅助一波星焰的转点，夹子也交的比较着急，看一下这箭又没命中，那只能倒到角落去了。是的，那飞轮再来一个壁弩，但是闪现直接交，那暴露了星焰没回光返照的一个天赋。然后的话，所有的龙骨弓壁弩已经交完了，这一波拯救的一个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而且下一波的话，如果救人再受伤是有一个2阶的，对于其他队友的一个牵制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对的，再加上其实11这个位置耳鸣卡的很极限，哎，还是想来。那这波就要看一下，我觉得 Pistopper 得下车了吧？还想摊吗？他是想一个护腕过去无伤扯。对，那又给到机会无伤救了。想先针对佣兵，一波悲观直接打成半状态。
那虽然给到了29空间，但是这个佣兵也把道具耗完了。然后接下来这个位置其实对于星野来讲拖，但是拖不了太久，得尽量的去上2层次。是，他是比较害怕自己吸血会空的。对，还在骗。那一个双弹下去，悲观还没好，得等5秒钟。有一个高低差的机会，看一下来得及吗？高低差直接躲掉了，而且还被车撞到了。最后2台都有人破1的情况下，那么这波星焰能拉开一个距离。这波底牌直接切成插眼，想去控一下场密码机，但是密码机已经非常多了。那星焰这里任务完成了呀，对吧？我已经把你的一个注意力全吸引到我身上了，而且你现在甚至找不到我。为什么还会想去上2楼看一眼？他以为人还在这儿。对，都回去了。那找不到上挂飞，这个耳鸣很神奇。窥视者插着并不代表不能修啊。伊森过来，我故意卡你。对，以为在柜子里面，伊森这波骗的太精髓了，找不到了。上挂飞的人到底在哪里？密码机马上好，现在 P-Stopper 甚至不敢离开密码机马上就点亮。是的，他现在有点慌，手里的窥视者全部都交在脸上。看一下星焰能摸出什么吗？甚至现在其实可以求稳，所有人补状态、摸道具，多修1台。星焰也是摸了个护腕，看起来是选择准备到脸上来抢，气血交出来。对，有这个信号枪嘛？想抢起了，啊，可以亮了，直接选择点亮。那这波感觉 P-Stopper 很难去再争回一个4抓了，现在要考虑怎么样去尽可能缩小这个比分差。对的，不要被多跑，尽量保平。但求生者这里道具其实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夹子丢的很刁钻，但是小夜明这里也走位很刁钻。再让这个时候星儿手里有枪，求生者这样的一个操作，感觉是想要去尝试争取一下。星焰虽然爆点了，知道位置，但是你现在敢去管他吗？对，佣兵手里还有自己的一瓶香水，还能直接抢点。对，但门还是差的比较多。对，先补状态，后面还有先拆这个刺，后面还有化险为夷，只要倒在门口，化险为夷一套的话是有可能4跑的。牺牲自己了，11这里就是完全把自己当一个鱼饵就钓 P-Stopper 挂他，那么 P-Stopper 就上钩了。对的，另一边星野一直在帮乌鸦给压力，现在 P-Stopper 知道脸上一定还有其他人想要去找。对，他的刺压好了，他就想勾引 P-Stopper 过去，长穿的话他是可以规避掉的。现在2名准的都在一个安全点里面 ，P-Stopper 没有办法去快速打击倒。对啊，你这个窥视者身上没刺的人，你得追很久，而且星焰这里是有道具有飞轮的。他想看一下能不能在这个位置靠着自己的板床博弈快速击倒，有点着急了呀。这个悲观为什么要悲观呢？怎么还是在这个位置呢？那这样的话，队友直接来保了，有信号枪，给到星焰一个转点的机会，他是有护腕的。对的，他现在可以考虑一会儿给身位以后去交窗台，是，到时候再补上一枪，是有机会能够打4跑。对的 ，P-Stopper 身上没刺，你夹了也没用啊，减速没用的。是，另一边在补状态，到时候可以过来上来扛刀。他如果打幸儿直接去门口接叶，星焰冲到长窗去，直接开枪开出来，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准备好了，要来扛刀。这个飞轮可以躲吸血，护腕可以弹门，准备4跑。来得及吗？看这波拐角护腕冲直接弹出去了。佣兵满状态，不怕你一刀，这一波怎么把伊森打回来了？看一下有机会吗？伊森没走掉，这一波感觉就有点亏了，感觉真的很偏向一把4跑啊！伊森应该是安全的呀，这一波是想在门口多吃一刀，但是给到了留一个的机会，不过没关系。9，对的，11。一般来说，天赋方面感觉也是比较舒服的嘛。火灾调查员，而且还带了。来看一下进入对局，真九这边目标肯定是大川的 Paper Moon。直接上来压一波，看到脚印，里面已经跳了下去。那么这里已经进入近点博弈了，对，一个气囊失误了。对的，有一个小角度给到真九这边，直接给了一刀，很快啊！他应该是留了个缝，让自己能进去弹的。
但是把自己弹了晕了一下，给到监管者去拿了一刀的机会。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新郎补录，那道具交的太快太早了。而且这个点位感觉很有可能马上就要倒了，身距拉不开啊。对，在这种地方没有交互点，其实歌剧只要地图熟记，很快就能拿到下一刀，52秒就直接击倒了。甚至说手里闪现冷却都还没结束。哎，好像地下室就在大船里面，没想着直接挂地下室。不用，因为它是完全可以真的。火灾调查员已经没26空间，地不地下室的都溜不了，不如挂在上面去逼求生者来救援。优势大的话，就更得扩大优势。对的，来看一下闪现打椅子了，想打震慑，很想弹，但是这边佣兵防到了。佣兵这一波我觉得无伤好一点吧，想帮扛。火灾调查员能溜过花剑位一时间吗？感觉不太行，这个点位可能往前走就要倒了。那这刀扛的意义在，这有点亏，感觉有点亏了。那现在看下来，求生者这边状态掉的速度其实是比较快的。不过好消息是把闪吃出来了，相当于是正常救下来，然后让这个火灾调查员去把闪现吃出来了。比较相信队友，希望队友能牵制起来。对，但是这个希望其实比较渺茫。那套了一波化险为夷以后，看一下有没有必要2救吧。我觉得拯救价值不大。如果空军来救的话，这个信号枪要交掉的，那后面空军的自保就成问题了。对。再来看一下这一波吧，我觉得求生者可以考虑，再救一波，看一下这波空军的枪要能不能保到这个火灾26吧。对，血线很急啊，打落地刀有血线很急啊。对，血线有点太直接淘汰了。那克罗 boss 以及空军2波，这波过来相当于是无效牵制。他是想迷惑真正九，假装卖掉，然后2个人过来偷，无论真正九去拦哪一边。都能够另一个人偷，但是真正九这里没上当，对，这个时间没卡好，那就付出代价了呀。这一局可能要奔着4抓去了。不光人没救，机子没修，这人还被衔接上了。对，时间还浪费这么多，太极限了，这卡的耶。现在密码机算下来差整整2台。压力非常大，欧米尼的求生者要好好考虑一下，怎么样去逃脱一名求生者了。不管怎么样，不能被4，才能给欧米尼至少留一线生机嘛。但现在无限奇骏一次，我相信真真九也会尽可能的去把这个比分落实的。那看一下这一波信号枪先不交，这把枪感觉我觉得不交就不好交出来了。对啊，不能留啊。留的话，这把枪闷在手里了。现在场上全员半状态，完全可以打换挂。佣兵就是能救了他也得倒呀。对，所以我说这把枪感觉还是得交，得开出来才行。现在的话，对于求生者来讲，枪开不出来，下一波救援还得倒地，密码机又亏50%。大不了不管你空军，我再换挂密码机，反正不够。真真九手上有传送，主动权永远在他手里。对，这一局对于求生者来讲，外围还差一整台新的没修呢，差的实在是太多了。这跑远了，还是得回来修中场。那救下来以后，这个枪有模型还不好交啊。对，这个位置可以尝试开一下，但是感觉这枪开出来也只能保自己牵制，远没有像刚开会好很多。挂佣兵啊，2个半状态，对，管你完全救不了人了。然后一直捏着回速去外面干扰密码机，求生者大气都不敢出啊。再加上这局密码机其实非常靠近真真九的这个半场。远距离的机子全修完了，剩下近点的机子又修不了。上大船，这样大船能给到耳鸣，顺带去破译大船这台机子。那真真九这里是完全不着急的，哎，有传送，他应该不管了，他就想换杀了。哪怕没找到，也可以到时候回椅子面前，找到了就是另一回事了。看这个位置没办法再发挥击倒。对，他逼迫求生者必须有事干，就是什么呢？我在抓你外置位，你另一个人没办法去卡耳鸣，或者是去干什么，只能过来救人。是的。那么就是变成了监管在控制求生，他在操纵求生，求生者必须救，不救的话，你的另一个队友也得死。对，但是救人的话，密码机又要停滞，基本没怎么修。对啊，那现在还是可以再来一波呀！我找到一个人我就死追，另一个人又必须去地下室。
但是看求者这边是选择卖了，也是地下室进得去出不来啊。那他现在就可以根据耳鸣直接杀出去了，已经传送直接落地挂飞了。来这边召唤手里还有2个换，他有自愈，我在想要不要省护腕，干脆倒地算了。因为这把如果想跑一个的话，肯定不是修密码机点门跑一个，是，而是把队友拖到倒地淘汰去跳地窖跑一个。对他现在要做就是尽量往角落倒，去跟外围的 Killer Boss 去形成2个人卡对角线。这样的话，真就哪怕把2个人都击倒了，2个人手里都握着自己下一波佣兵起来，一定是一刀倒。到时候 Killer Boss 就有机会能够尝试去走地窖。那这波 Killer Boss 先躲起来，就看真人9慢慢排人了。佣兵也吃了很多战争后遗症，自愈也很需要时间。传送的话也是完全足够去拖出来的。现在对于圈来讲，最缺的就是时间啊。佣兵下一波交出绝处逢生的时候，估计是他一刀就倒地直接淘汰的时候。现在2队的一个人，他耳机里的这个就是心里的歌是不一样的，一边是时间快点吧，一个是时间慢点吧。现在 Killer Boss 甚至想去回头摸一波换，让换到时候起来之后，可能倒地淘汰的速度更快。但是真就敏锐的捕捉到了你们的心理，起来了，2个人都在一起，随便打一刀，2个使用者立马就都得倒地，这个是很难牵制的。先打佣兵，佣兵有那个战争后遗症，对，再来抓 Killer Boss， 感觉顶不住，倒在一起了。那这样的话，只要找到2个人位置都挂了，就是一个锁定4抓的对局，也意味着 ACD 彻底抹杀了欧米尼的机会了。对的，主要是最后这波，我觉得不该摸，2个人就应该保持都卡在2个半场。但是真正9的一个排人其实也已经排的大概位置知道了，对吧？大船跟海边都已经知道，那么你就在双11呗。对的，只是时间问题监管的背下了。哎呀，这波是大门的位置。是的，那么这里是。来进入对局，看一下 Stopper 这边的一个追击目标就放在求生者这边具体的一个方向上。前期也是快速的去接近自己想追的目标，没有往双11去找机械师。往庄走，这个位置就是前锋，我觉得其实追前锋会不会有点难受啊？11这里也有一个小走位去躲冲刺，那这里的话绕小模型，来看一下拉球板点一个冲动，很难去拿到这一刀啊。并且能量涌动已经结束了，想碎板也来不及。对的，这里很大胆翻，想换追去海边吗？因为木屋是锁的，所以这个人想修机只能去修海边。对，看一下伊森这个位置已经做好牵制准备了，板子拍下来，已经在板子另一头等着。对的，那在里面的话会强电流跟涌动有一个博弈啊。先续一下这个能力。对的。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直接电了一波，但身距没拉开。电场能发挥作用吗？这个蓄力刀应该是拿不太到的，而且他连冲动也没带啊。是，感觉如果说刚刚带冲动，是不是就有可能拿刀了？我是老喜欢冲动了。对啊，这个蓄力刀时间多长啊？那这里一个冲，感觉把自己停在板间了，还好有永动状态。这里要被电了。哇，时机卡的刚刚好。对，伊森这个牵制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对，外面的话还有飞轮，看一下过一很快啊！飞轮效应直接规避一刀，飞轮顶掉。不能再冲了，再冲自己要封自己技能了。再骗了一波，伊森也不敢不翻。对，给到第一刀，那第一刀有点晚啊，快2分钟了。是，但是窗台，你看这一波直接蹭进前面2板，又能绕一大圈。是，这个冲刺还在骗，但是被规避掉了。回头再电一下，牵制的太成功了。那这样其实密码机已经很多了，他能踹的也就是中场的前锋的密码机。但是外围有机械的玩偶在另一边破译的密码机其实也挺多的了。是，前锋玩家心碎，但还好这一局的节奏对整体求生者来说还是大优的。第一波牵制时间实在是太好了。那这波来抓小夜明，这里有隐身，再来一个香薰手杖骗一下，但是好像 P-Stopper 是能看到人一样，2个冲刺很精准。对他没被骗到。
那对于小一鸣来讲，他得尝试进点了，因为这个位置实在是有点危险。是的，自己还弹射有飞轮嘛，飞轮是可以去规避冲刺伤害的。弹射2楼翻下去，其实这里直接劈下去的机会啊！哎，但是没劈因为自己技能有限嘛，他也不能把所有技能都用在赶路上。对，那这样的话能量涌动结束了，手里身距拉的还算比较开。是高低差的话，其实博士还有点小难受。这里这波直接击倒，想走位去骗你。但是博士的判定还其实比较大的，比较宽的，比较宽的。对的。啊，那这里另一边已经是把囚徒摸满了，囚徒不忘初心又回来了。这台机子我还要修。现在外围的密码机一直在修得很快啊，这个位置其实伊森可以尝试倒角路，假装抽刀实则过板。这里如果快速把伊森击倒的话，还是能够开门战线减员的。哎，砸成功了！这波强电流把控的太好了。哎呀，囚徒玩家看到这一点，感觉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那这里窗弹再触发一下，这里劈不了。还有飞轮修亮，所以这个时候伊森是可以直接转过来的。娃娃要不要考虑扛一下刀？不太行，我觉得密码机要够。飞轮顶掉，刀气过板直接砸到了！哇，这把伊森秀麻了呀！是，那密码机当着脸上直接亮出掉娃娃，不给他天门的机会。但是囚徒倒不了，传送落地，想要去打击倒，密码机88直接强行撞晕，两个人继续修。一个蓄力，但是拍不起来啊！勇者这边一个反应非常快，没给到震慑，直接亮，没回过半周，也不用压机。机械这里也没倒过地，所以说完全开门战击倒了，还能有一波自愈的机会啊！对，那现在的话 ，Stopper 手里传送也交过，另一边门已经在点了。对，囚徒那里是直接贴门去了，然后传送也交了，感觉是3跑局。甚至说地壳在脸上有可能要4跑，飞轮再躲一刀，很秀，还在冲，没关系，我有乾坤挪移地窖大法，前锋直接拉球走门。对的，这个位置，哎呦，看他这个能量条99，有点危险的。99，你哎，博士玩家都喜欢看着你爬快到了，哎，我在查。可以，能看出来是资深的博士玩家，看得出来打够的。来看一下这波。好，回头爬。伊森这边他也是没有一个自愈进度嘛，那也就只能淘汰了。4秒星也破了200，有可能不是我们的一个，也同样会有亮眼的发挥。胡景春是的，对。如果说弓箭手以及莫武师，这点会更加危险一点。Peter也是见招的话会拖延到自己。好，来看一下起追的话也是往中场区赶。对，这边调枪也是第一时间往木屋方向进行一个反向拉点嘛，没错，说影响队友的密码机。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拉点的情况的话，就会导致弓箭手这边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因为刚好是刷在了海边的密码机，然后大船这边是封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对 Peter 来说，我觉得这个区域选择上面他做了一层博弈的。对，但是这边也可以看到奈奈的弓箭非常谨慎啊，就没有敢去破译海边的密码机，是防到了这边 Peter 可能会换追他。是的，那被迫回头的话，只能找到花池这边的一个木偶师。但木偶的话，刚好是这个阵容上面是最好牵制跛脚羊的，而且这边携带的技能是一手兴奋啊。对的，想去抽刀，但是并没有打到状态。那看一下放围龙过来，木偶师的一个现在是比较稳定，这边变路易，然后强拆龙，对，追击上还是比较偏向于公式化一点。对，但这边的话，其实前面的一个交互点就没了嘛，对，还要再变一次，给到一刀。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迷失之龙换一层路易嘛。对的，前面再加围龙。这样子的话，连打2刀之后，状态也是来到个0.25的血线啊。是的，而且这边愿力也是逼得很多嘛。前面双板一下，其实这个空地的话很难再进行博弈了，而且这边平地刀就有倒地的一个风险。手上是，但是被击倒了，1分25秒的一个击倒节奏。对。但木偶是有个好处，它比较好去搭配什么？搭配弓箭手。对，然后而且它在化显位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定牵制空间在的。哎，而且这边愿力消耗的非常多，所以上号这边救人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没错，怀表一交贴过来，要去打拦截非常难。预判一下走位，多卡一些淘汰进度，肯定更有利于密码机的破译嘛。对。那围龙交出来就看一下以前给到一刀正常救援。对的，这边还是可以再变一次路易的。是的。交出路易，
来看一下前面的话，也是尽可能带走自己海车自己破译过的密码机。觉得这种对局情况下的话，破译哪怕20多密码机也是有一定的量存在的，而且还有机会能活出一个化险为夷。对的，弓箭手也来了。这个套阵容上面的话，木偶师跟弓箭手的一个搭配是非常有优势的，但同样 Peter 这边是带了一手兴奋。看一下这边维龙的一个释放，选先踩板。这边的话会有点棘手啊，虽然说是携带了一手兴奋，主要是他愿力值不多。而且这个龙子有一点小失误，只照顾了自己。他这样给海边的一个尾龙，但反而是把自己给框在里面了。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往海边倒地，觉得自己撑够了一个足够的时间，没地方牵制了，然后尽可能延缓出给奈奈一个比较好的 OB 空间。对的，这个位置是一手兴奋的，对他得交维龙，他不交维龙，哪怕你开兴奋也没用，直接提前交兴奋。是的，但是因为龙子罩住，你还是刚好没有爬挂挡住了椅子，那这样子还是有一个 OB 的机会。没错，但龙骨弓的一个释放好像是空掉了，那很可惜还是挂上了。对的，那待会儿就一个正常救援就可以了。没错，来看一下笑笑这边。还是要正常过来救援，密码机的一个总量只剩一台多一点了。而且这次救援完之后，奈奈还可以继续进行一个陪跑嘛。手上道具还很充足。给到一刀。那前面把人救下，板区都还在，还能自己撑时间。先摇出路易，虽然没有化险为夷，但是我能活出化险为夷的时间。对，所以这就是追击木偶师的一个弊端。对的，但这边卡位感觉能极限进板，失去一下没有博弈到。一个抽刀，来了，板刀，一刀。但这个地方离椅子很近，感觉维龙罩住弓箭手的话是没有 OB 空间的。是的，这样拆龙的时间是来不及去命中核心，看一下来得及吗？打不到，因为他太近了。决定省一下这个弓箭吧。对，倒地如果说离海边好一点的话，那这样子的距离足够他 OB， 但是离椅子太近的话就没办法了。哎，对的，海边这台密码机也是一个很多的进度嘛，9次的一个进度。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节奏上面还是比较偏向一个平局，或者说看开门战上面有没有什么说法在了。毕竟弓箭这边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嘛。给维龙想去打大副，这边马基98，感觉弓箭手能直接强开。对，这边是一个诱饵战术嘛，因为让携带了回光返照大副作为一个诱饵去把这个密码机开掉。但是问题是有一点啊，就是大副这边没有道具。对学方来说，优势的点在于说小迪这个密码机的话，它是离大门很近的，所以说天门上面是不用担心。而且 Peter 这边也是可以积攒一下愿力嘛。对的，给到一刀，那也选择直接通电了。手上愿力值的话，看能否快速击倒，因为那边要大副这边有板，贴门是要时间的。对的，只能利用自己守卫，但是并没有撑住，给到一个倒地，但对面的门的话也才刚点上。手上有底牌，而且里子离的其实还是比较近的。没错。看一下这边挂上的话，门应该会来到一个80左右的状态。手上底牌一切，传送落地，两个人都在大门，强行先把门点开。是的，调香师这边也是有万有之枪先去拖缓一下时间，但回香之后可能就撑不太住了。一个龙前的博弈，围龙时间快结束了，再补上一个龙，还在蹲，还在博弈，拖出了第2瓶香水，回速躲了一刀，有万有之枪的护盾。对的，愿力值不是很够了，但是也是打门口逼迫到求生者非要挂他。对，这波真的是拖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啊。对。那传送交了，愿力值的话也是交了2个围龙，所以说对于求生方来说，求生者来说，他们想去点小门去赌一赌，但是还是保平会比较困难点，因为海侧这个椅子去贴到小门要很久的时间，可能还是需要这边奈奈在小船这个区域进行一个卡人。是的，争取说保证笑笑这边自己可以独自开门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 Peter 这里的一个排点的话是往海边去排。那这个时候再往双喜走，感觉位置是有点偏移了。往小门这边排了，手上还有一个围龙的愿力值，但是同样的门的进度来到了一个80的。看一下，确定到了人。哎，往回走，他没有有人要去救人，为什么要救人？那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平局了，真的是优质了23秒。花三位弓箭手莫武师医生能看得出。赛况解说。好。来看一下开局的话，也是果不其然往周武师脸上走。哎，但是这个位置我怎么感觉看到了呀？对，有一点点，好像是看到了，这个一定看到了。这边跑的方向太明显了，给到第1刀很快，开局19秒。对的。哇！而且你现在被打了1刀之后，你更难进行躲藏。风险啊，风险！就说了，那脚印会持续时间更长。没错，围龙的话马上就要好了。对于冒险家来说，这边很难牵制，但先去跟着翻窗，得要队友进行陪跑扛刀才可以。有周师在，选择翻回来，知道你绕回来了。
但同样这个围笼是不太能把2个人给包住，2个人包住的话有可能拆掉。这边宙斯已经开始拆了，再补上一个围笼，能打到吗？垫一下，但同样往地下室倒了。想通过钻龙进行一个位移，不过刚好是拿到这一刀。那这样的开局1分钟就完成了击倒，并且还有个地下室。是的。 卡斯佩克这边陪跑也是压力很大，第一波搬窗再搬回来，有闪现的，很危险。闪现过来，恐惧震慑。那这样子逼迫了闪现，但同样并没有把节奏给缓回来一些。因为这个闪现虽然说你是逼出来了，但反而是更加雪上加霜。对的，雪上加霜的闪现。那这个时候也是换调香师过来，因为也是携带了化险为夷。 但同样，地下室对于跛脚人来说，甚至愿力值现有90的一个状态下，非常有优势。是的，把围笼拆掉，拖一个香水的时间。对的。那这样香水进入 CD 这个窗户，你敢翻吗？想赌一手，翻过来，一刀了，一刀给到。那这个人的话还好，愿力值太够。对的，抬手要骗吗？没有。 确保稳定刷出化险为夷，不过场上3个人都残了，密码机加起来就2台吧。问题是什么？冒险家不同于别的角色，他没有2次牵制的机会，除非你找不到。对。但这一波很明显，看到爪印了。爪印的，对。看到前面高低差的位置，翻这个窗就可以找迷失之龙了。抓你僵直，给到1刀倒地。那这样子冒险。 被淘汰之后，场上2名求生者状态都很残啊。对，感觉对局目前来说是很难再次继续进行了。是的，然后大是一个2挂，对。看大夫这边的一个救援先，怀表先摇，也是确保不被拦截。第2段怀表想躲一下，这边直接掏下来。 救下来之后，其实就纯拖时间，再补上一个围笼，给到1刀，飞轮躲掉，但没必要有躲，大刀的针对，对的。不过这波无伤救援其实还是不要贪，我觉得不要贪，我觉得可能一眨眼冒险家等下找不到了就不好了。那先把人挂上密码机，外面总量的话是一个3台半的节奏，对球方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冒险家淘汰。 是场上的状态很差，这边已经在进去调了，而且通缉给到调香师，直接传送到木屋。没错，围笼补上，但还好是撞到调上来。看脚印是能排到大副的，这边藏了一手，但没用。一个后撤跃龙，但是被草垛这边挡了一下。没有怀表，也是交出了怀表。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拉扯。 大船附近的话，密码机是安全的，所以说破译得非常快。但是同样，大副这个位置怀表交完之后，对于白鹿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针对的目标。围龙抬手交出，还有最后1段怀表，对，还有第3段给到，但是被打出来了。好难，这把感觉对拳方来说非常难运营了。这个龙刺，但是没有招到，得补上一个龙刺，并且把大副传了过来，太精准了。是的。 主要这个椅子我觉得更难，这个椅子拦截很好打，而且你是刚刚亮了那个双11密码器的，这时候你是完全暴露了调香师我就在双11。没错，而且手上只有1瓶香水嘛，对的，一个非常远的距离，真的很难进行这波救援。对，然后汉密楚这里也是往大门去转点啊，尽可能这个人就选择不救了，然后去2个人运营最后1台，想办法看能不能跑1个吧，争取跑1个的节奏。看一下。 这边耳鸣没有响起，还是选择回防一下，因为这一波还是不能给无伤救的。那同样，球员方这边其实也并没有安排人来救人。大船密码机通电之后，其实对于白鹿来说也是比较清楚你们的位置，现在只需要锁定调香师的方位就行了。对的，并且把这个密码机站住嘛。哎，2个人同时过来。 想通过调香师救援，看大副这边周师这边能不能去偷一下密码机。对，但对于白鹿来说，我可以围绕密码机去打。这边一直在看密码机的方向，想叫咒术师，给到1刀。然后这里咒术师的位置也在小房是锁定，不选择管咒术。那这样密码机的话是有机会，有机会够，对。 给到1刀，那密码机94的这个进度好像能压。99开了一个月龙过来，极限预判你密码机通电。对的，有回光返绕加速可以进行一波牵制。但这边的一个单板很难博弈，还是给到了恐震慑。而且问题来了，3名求生都是在小门附近的，这边白鹿传送已经好了，那就看怎么进行拉扯，能不能跑1个吧。很难。
因为大概方位能去猜测出来嘛。对，刚刚调香师走的位置是往海边走的，那另外小房开密码机的人肯定是往大门走。手上有传送，对于他来说，哈维斯压力会比较大一点，他得卡在一个不能离小门太远的位置。对，他能给耳鸣，但是呢，他不能被找到。对，是知道调香师大概在附近的。对的，耳鸣已经亮起了。那看一下灯下黑的一个躲藏点位，对于白鹿来说好像就在旁边，并没有排到。挽留时间倒还很多，你要真的想去走大门这个地窖会有点困难。但是耳鸣消失也知道就在刚刚的位置，看到手印了。调香师这边还有一瓶香水，直接完成了击倒。另外一边的话门点开了，对的，那就是传送想过去争一下，不过门开了，那就是完成了一个3抓。没错，真的是，主要这边破译了挠杖地图。因为这个气象学家选在大房，是赛况解说。好，来看一下这里起追也是往大房去。对，从外侧进行一个留影架点嘛。对，对皮特来说的话，就不挑地形了，这个熟练度非常高啊，非常快。感觉开局15秒已经绕了大房一圈了。对，回溯过来，把位置逼到中间。还有强风的博弈，强风先进板。那第一波攻势是化解掉了，而且这边隐喻都是有点小卡角了。对，那前面的话还能再进一个安全板，但这个板子的这一侧的博弈会比较困难。选择反弹出来，再画一个强风。对，但同样是为了不断隐约的情况下绕了一下，给到一定身位，强风再次吹开，距离非常远，手上是有回速的，前面板子回速结束了，再翻板过来，很稳定的牵制。对的，而且还可以转到前方的一个双板去进行博弈。对，那双板这里的话也很考验。过板刀拿到了第一刀，闪现还有7秒钟。没错，这个位置再进双板，闪现还有3秒，先把板子拍了，手上是有道具的，所以不担心。过去直接招闪现过来，这个击倒都很快呀。对，可以看到，就算是一个弹射的气象学家也很难去，而且是一个地下室。好在说闪现交出来了吧，佣兵就地下室的危险就没有那么大了。没错，感觉这一局其实。道具上面的求生者这里，我觉得是没有交什么太大问题的，对吧？然后那个过板刀的话被卡了一些身位，但 Peter 这边熟练度实在太高了。来看一下，把板子踢掉之后，佣兵赶过来救援。从另一侧方向有机会能一个护腕躺到地下室。是，这边还能再多等一下，淘汰进度条，也知道你要有卡位，所以选择绕一边过来，护腕一过来落地下来，躲掉落地刀。这边无伤救援，摊一刀佣兵。那选择同时一起出去，这边又画了一个强风啊，看是要不要留下等下一波牵制吧。对，这边的话化险为夷，还是尽可能先倒走大房这个地下室的位置嘛。对的，这边幸运儿因为许愿的是一个护腕加上一个机械玩偶嘛，所以说看这个信号枪也可能没有时间的摸出来。没错，但感觉这个点位的话可以强挂到大房附近啊，所以说还会干扰到佣兵的一个新密码机的破译。对，佣兵这边可能得先换一台密码机了。是的，然后看到小雷这边也是赶紧过来，手上是有护腕的，所以不怕拦截。这个位置发现的很快，有板弹，板弹拉点，变了一手博弈。护腕弹出，护腕想保一个无伤救，对的，也是成功无伤救。这里选择帮忙扛一刀，因为气象之下这里没有打到针对，其实也还可以吧，因为毕竟是一波幸运儿的无伤救援嘛。对的，这边看，这就弹幸运儿，这边有个单板，往绿河附近拉点，把大黄那台密码机给让出来。强风想去偷换一下自己的一个上挂时间。对的。稍微干扰一下走位吧，那边大房的少校直接在破译了。对的，也注意到哇，小迪这边是直接当着面在摸箱子，但也好在说又摸了一个护腕，但护腕牵制割据的话，好像是歪出来的。对，道具上面不是特别有优势啊，但是同样也 Peter 这里卡脚了。看一下这边大方密码机没抖，但是他能知道少校的一个大致方位嘛？对的，回溯过来，知道你要开新密码机，想去套路一刀。还是能进板，看小迪的一个单板博弈，闪现时间还有7秒，你在牵制的时候得预判一下闪现的一个时间。对，飞手影院拿第一刀。其实2个半状态，现在他也是知道幸运儿的一个天赋，有点想切传送，拐一下大黄的密码机。不然这边也是直接交。但双方这边找人极限抽刀，哇！而且算是在这个地方倒地，对，而且就做出了大黄的密码机。是的，花子这边是刚把第4台给开完，而且距离的话也是非常远，而且也可以看到小迪起的密码机啊，就是在篝火，2台密码机离得很近的。我觉得这一波感觉是有点
给控住场了。现在对的，而且 Peter 也意识到了，把佣兵牵了过去，那还是得再继续靠密码去修啊。然后你半状态这边的话也不太好去破译大防，是吧？有个地下室，如果说这一波再倒地下室的话，对拳方来说就可能是一个想怎么去跑1的局了。看一下，这样子的话，可能还是得围着大防开密码机进行一个拉扯。对，抓到你过来的一个时间，这个距离没有道具，小迪这里好像很勉强。前面的板翻到板子吗？哦，翻过去了。那极限的一个翻板的话，确实也是拉开距离，不会倒地下室的风险。这样子的话，反而说是把这个节奏稍微缓下来了。对，下面那个博弈抽刀下掉，这边没有隐喻回速。过来之后再给一刀击倒，没错，传送刚交花子这边也是抢一下大防密码机，对，而且中场这个最后可能要的还是那台比较靠近角落的密码机吧，就决定要消耗救援，然后花子去破译这台大防的密码机，这样可以避免说再次一个传送埋成伏笔嘛。对的，这边也是意识到拳方的一个安排了。赶紧过来，但是这一波去管密码机，其实对拳方来说完全不亏啊。对，这边是一个满道具的花瓷站出来抗压的。主要是因为给到星宇儿这边有补充道具的时间，你开门战没有更好针对的目标了。没错，对吧？因为你是知道星宇儿这里是没有回反射的，那选择直接通电，另外一边把娃拿去点门，那你传送过去是一个机械玩偶。我的天，这一局对拳方来说，开门战甚至说还有优势在。对，那边你还不太敢草出来隐喻回溯，因为小迪就在脸上。对的，只能说先看一看，他想去先排一下中场，看能不能说拦住佣兵。那这样子的话，是小迪也走不远。但是佣兵这边是有道具，而且满状态，所以说找佣兵也不是一定很好的节奏选择，是过来找飞行家。但是过来之后耳鸣都没有亮起，还能再拉爆点非常及时啊，没有给你任何换节奏的机会。回溯过来，下掉这边也是爆点了，所以说小迪这里赶紧拉开 ，Peter 这边现在有点茫然无措，不知道该抓谁了。那你这边回速用了的花刺，就会稍微给一下这边门的压力了。对的，但是开门战抓佣兵的话，完全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说再去找飞行家。但飞行家手上有悬停呀，同样不太好处理。对，2个背包啊，而且这边是有荡神的，看到脚印啦。板先下，这边翻板过来，有一个反弹加速手，还有悬停。对，这里的话被迫可能要交出悬停，直接分过去。而且大防就是地窖，这边坦子的门把它1秒钟交出毯子，连接上来，感觉队友还没抵达，差一丢丢。他的话好像也有点极限，并没能完成这个3跑啊，太惊险了啊！可以看到 MRC 这个求生在开门战这个运营拉扯实在是太完美了。是的，甚至说。奔这边还以一个相对来说，杂握伤他的一个上限就会登上线去追一下医生了。有旋风这边是单飞，看一下开局直接朝着医生的方向去吗？这边先不着急啊，也是往中场去赶一下，先看一下医生的位置吧。对于医生来说的话，前期也是不太敢碰密码机，但白鹿这边目光所及，还是要去选择追击医生。对，因为毕竟是比较好抓的一个位置嘛。对的，先给放一个点的这样子落地下来会缠住吗？没有，位置不是很准啊。对，因为前面的一个缺口比较大嘛，可以自己调整位置。先把这个板子碎掉，再逼出一个窗弹。同案交出来。我们也会说到这张地图，确实中间是非常空旷的，非常精刀。是的，而且板间博弈也是不好去扎针的。而且手上还有一个藤蔓，是的。不过这边医生也是可以转到前面一个比较强势的角度。对，先开门，那板间博弈就没有优势了。前面藤蔓这边藤蔓缠到是有可能被秒的，随时是有机会击倒的。这边来回博弈，双方也很谨慎啊，随时没有抓到了。但给一刀也不亏啊，0.75是没办法回满了。而且现在移形也已经好了。对的，手上是有藤蔓，而且有移形，前锋这边就在脸上，感觉他们已经想好了要去打一个互相 OB 的一个体系了。这边牵制压力还是很大。对，跳到了脸上，那这样口得上班了。对的，也是闻声而动。这边没有选择拉球过来压迫一下。对，毕竟可以吸一个藤蔓嘛，你很难进行一个 OB。这样子其实对于白鹿来说，我没有教这手移形，对于求生者来说是很多未知数的。看一下，想缠一下莫师，莫师能缠到吗？没有拐过去。但同样手上有一个碎石，还有一个重金之托。对的，救人压力很大。这是炸到，选择直接救下。这边想扛这一刀，扛到了，大刀针对。对的。那这波还是要看一个前锋的陪跑的。对，好像是已经看到前锋的脚印所在了。对，但他现在可以利用藤蔓去预防这个 OB。就看这个倒地的位置怎么去安排。倒在这里是。再吸一个地表，
然后这里是不打算去撞了，因为你而且有天重击之托嘛，真的是很难去把监控者撞到墙上。对的，选择拉球要撞救。要不要考虑底牌？对的，这波撞救的话，就把自己的一个药物增效剂给用掉，然后前面找个点位，选择自己把自己的状态补满。前锋再补撞一下，碎石躲掉了，移形接手，但是直接过板。这边真能扎上吗？好像并没有。那这样子反而白鹿可能会稍微有点头疼，因为前锋现在还有球的。对，但还好移形在手上是有的，而且有底牌，能去有再补上一个球。成瘾症导致眩晕时间是并不会太久的。看一下藤蔓在手上还有一个藤蔓能捆到吗？拐弯没有拐到，一个反走，再开门。这个碎石得考虑规避一下。对的，这就选择不进板，给到一刀。啊，这波前锋陪跑扛一下藤蔓，他就要砍藤蔓了。移形过来，上2楼的位置，前锋没有选择拉球，这个位置感觉跳下去，碎石没有扎到，有个定点撞的机会，落地刀给到了，藤蔓吸一下，但是地表，对的，因为移形你交过了，暴露前锋还能拐到吗？捆到了，还能打到一刀前锋。那还是比较赚的，下一波，但是前锋下一波有飞轮，对他来说现在还是不担心，选择拉一个螺旋撞是让他来了，不过这一刀扛到了。医生能扎满吗？西达米也过来帮我们扛刀了，选择堵住位置，但是这个地方只能碎石扎到了，给刀没打到。悬停这边打断一下监管者的动作，是在交背包死命扛啊！迎头小弟的话还能续好一个，对，再开门不着急。对白鹿来说，现在前锋倒地最大的威胁已经没了，而且外侧密码机在破译的，压迫炸到2个人，待会儿前锋起来之后又可以进行陪跑了。是的。看一下侧刀，打到了针对啊！哇，这个侧刀的把控，那就看这波能不能通过吸地表，不让前锋撞下来了。是，而且又撞下来了，太有配合了，把飞行家当墙去选择了撞击。对，那现在藤蔓交出来，医生这边撞一条，感觉是能回上的，而且这位点位没有排到，迷失了方向了。对。状态拉起，碎石有能炸到吗？没有炸到，但给出一刀的话，外侧密码机就马上就要压好了。是的，藤蔓交出来，直接通电，4人距离也不太够，只能拉近距离。手上移形还有8秒好，而且可以看到求生者贴门真的是非常迅速啊。对，门已经开始点了，但是这一局是都有带幽闭恐惧的，但同样还有一个保平面，但这边多丽斯是完全不想给一个快速挂椅的身位啊。这个点位要他这个牵制点位完全就是远离椅子的。对的，而且树上没有卡掉，还行。那被击倒，但是你要挂一声的话，那一侧的门就开完了。没错，那把人挂上。另外一边的话，门的一个进度也是90多，这时候哪怕切底牌过去，感觉也是有点来不及了。传送落地，3人出门，完成了一个3跑。确实，这一局对于这台来说的求生者，他们确实把 MRC 这边地图的话，你在第3回合非常喜欢见到的，就旁边就是狮子楼的2个化险为夷。好的，那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开局这边是往空军的方向进行一个驱赶的。好。这个位置的话也得找空军，因为这点位只有这条单通道比较好去追击了。对的，前面甚至直接有上拉的机会。但其实花池的天赋刚好是双弹，也是比较克制到拉枪师的一个反绕，能洞察到，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反走。对的，看到红光没有贴近之后，就选择再绕回去。但是你可以看到 Megamody 很细节，它是每一波都是在这个窗户留下了一些蜡嘛，所以你每翻一次就会进行一个蜡油的叠加。没错。把板子给封住，那这样子的话，前面隔过来是一个空旷区域，然后想躲枪，不让你交枪，拿到第1刀很快，而且移形也只剩5秒钟好。这边翻过来，拉的话其实上了很多，而且枪这个时候不好交了，得考虑一下要不要寻求一个1鸟的帮助。对的，花子这个位置只能去再绕回去，但翻这个板的话，可能蜡就上满了。84了，被定住，1鸟给到，但前面的话还得交一杆枪，交枪了，对。好在说是刚好叠满的时候，不会有一个控制的拉油叠加吧。这波交枪之后就要看这个移形的位置，这边窗弹交出来，移形贴脸非常快速，但是窗弹没结束，反击博弈抽刀直接倒地。1分25秒的这道节奏，对于求生者来说也还行，因为有1鸟保护嘛，所以说这个牵制时长也是拉起来的。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你要不要救这个人呢？
你救的话就2阶，2刀救的话就2阶，对，是的，你后期可能就不太好进行一个运控它了，再加上这个节奏，就2波收益真不大。但我其实觉得求生方真的要去保平的话，其实可以补救。看一下吧，看一下他们一个选择吧，因为空军毕竟没有道具了，对吧？而且是奈奈，然后从绕过来后侧掩体绕过来了，因为主要移形交了，对吧？对，交过是可以考虑说卡满或者不救的。哎，好像有机会能偷的样子。伤卡半了，这边并没有发觉，还在抛辣。哎呀，无伤就还来，那可太赚了。那我现在真的是可以不救了，你溜不动就算了，这8显为时间，我就拖外面马机。但空军要尽量避免说不要给2刀，给1刀就可以了。哦，但是 Melody 的话也是发现了这个小巧思，他知道这边是3连密码机，所以选择把花石挂回遗产，2波定蜡，但还能挂到花坛的位置。再看到求生方式，选择3个人都同时过来抢密码机，战术执行非常果断。对的，因为他们必须要抢开这3台的其中1台。但对于 Melody 来说的话，我可以选择抛蜡封远处的，在对于求生还好，因为小王那边还留了1台嘛。对的。但是先抢一下附近的密码机，留一个伏笔，确保说不至于说到后期密码机余量太多。我起码可以3人拉扯，对吧？但如果说3台你1台都开不了，那就不行了。看一下这里手部过来救援应该是比较稳定，因为上把的无伤救导致这波没有2阶，所以说求生方是有一定机会。虽然说你封住密码机，但是密码机进度现在50多，他来那扛刀没扛到，还是选择倒走。其实扛到的话，正胜面也不是很大，因为那台密码机被封住了嘛。50多一个状态。不过保平面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说往远处倒，然后3个人去抢的话，有没有机会呢？还是有点困难。感觉还差一些，现在一个60度左右状态，但是笑笑是顶在脸上，因为他准备是要随时破译脸上这台密码机的。对的，对，同时给压力，这边也是知道 Melody 是没有携带一手张狂的嘛，所以来手挽留，来手底牌。啊，那边密码机没亮，笑笑在脸上，但耳鸣暴露，其实 Melody 他也是知道啊，你要破译脸上的一个密码机。对，就等你外侧密码机抖嘛。看一下，还在看，哎，抖了，要不要选择传呢？并没有，双移形捏得很稳，先把密码机再封住。这个时候密码机已经不抖了，因为小迪已经拉开了。哎，那这样子很赚。我觉得你如果说封密码机的话，我就不修，对吧？对，来回我这样子百分之几的去消耗也可以。现在其实啊，对于求生方来说，只要奈奈这边的位置安全就好了，因为他这边是没有携带空反照的嘛，其他求生者被追击也不用特别担心。没错。把马机封住，也是找一下脸上的倒红光限制，但是不过求生经验很老道，一波进步翻反而说是在就是拉开的身位更远了。没错，虽然说你单通道很多，但是我不被你贴近身位，你也上蜡。选手的临场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选择反手过来去找守木，守木这个时候也是主动站出来扛压，因为守木是可以顿铲消蜡的，是最难进行追击的。今晚现在有2阶嘛，如果说正常节奏去把先知击倒的话，还有一波手语的机会，所以说不想给到这种机会，也是有机会有来抢这台比较多的。想找一下小迪的先知，可能还是要去寻求预判一下，先知这边会不会没有携带红光反照的？没错。然后因为法罗那边的一个密码机进度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说也是让守木这边赶紧贴门。对的，这边上蜡速度很快，板前有个满蜡的说法。没有堵到抽刀，那这样先知的1秒是在积攒的。对，我这时候用热蜡的话，你可能开门战就烫不倒了。但是往前溜的话，刚好溜到小房间密码机旁边了。选择直接通电，但这个窗户上了，没有封住，那这样翻过来是并没有上满蜡，蜡有点续不上了的样子。对的，这样子要掉蜡了，62的一个进度，我看一下，这边门已经开到了60了，长窗这个位置很能卡，但是同样也是上蜡非常快，不上满蜡，完成击倒。对，点门比较快的是守木人那边，但是法罗女士就在脸上找门。不过这个移形距离会有点远啊，就是你想再去找他法罗会有点困难，只能先把门封住，然后把小迪挂上，对，基本上再看能不能找拦一下这边奈奈。平了，看下挂的位置吧，这个位置挂不到中场好像，有中场刚好这边。有一些说法还需要求生者再进一步拉扯。对，这有椅子。这边守木人，因为他还有一个满铲嘛，只要说把压力给到，拖那边奈奈走门，那还是一个平局。是的，耳鸣消失了，大概能排到人是
往远端走了。哎，但是再往前走的话，2名穷者的话就可以走到大门了。没错，应该是拦不住了，因为这个位置你往里面排就是笃定了，他们还想去救。对。但其实对于 MRC 选手来说，我只要稳定保平就行了，就可以了。对的，很大的压迫感直接拿到。有时候你掏出一个出其不意的，并且火灾和好。来看一下起追还是找邮差的，但邮差这边的话就没办法依赖这个窗户去来回绕了，对吧？而且这边它是一个单飞轮的牵制天赋嘛，所以压力会比较大。没错，这边是选择上2楼。那看一下白鹿这边跟上脚印啊，前面能上到球吗？这边一个过道还是比较好上球，但是前面快跳下去了，所以说选择先稳一手，以稳为主啊，毕竟有一个韦伯定律加速。没关系，他没看到，没事，没看到就相当于是没交，对，没看到就没交。稳上一球，第2球没上到，扭掉了，绕下来，哎，被反绕到了1点身位，有一个接近身位的机会。对的，但还好，安全进板，对，能进板。前方的话，移形也快好了，对，但是这边应该是不选择交移形了，然后威克咬放出来，直接咬到。移形贴脸，就看这波飞轮手上是有的，先用烟火舞台罩住，但是没有罩到，再骗飞轮骗出来了，给到一刀粘住，还有第2段双重惊喜，是的，飞轮也交，这边单板的博弈压力很大，对的，空中飞人飞过来，红汤再给一球，最后一个的标记，对的。但是绕场线幕的 CD 是没有好，所以说这里能博弈吗？能卡住这个边缘？好了，还在掉，还在博弈，这边感觉拖下一个双重惊喜了。完成击倒一个1分27秒的击倒时长，能接受，但求生也能接受。求生这边其实已经牵制的不错了，因为它是一个单飞轮的一套牵制天赋嘛。来看一下这个位置，就要预防一下来救援的一个点位了啊！然后看到这边是卡斯内克，好像是往这边动了。那边马吉在动，那对于白鹿来说更好锁定你的位置。对的，这波救援的话，求生得规避一下双倒。气象学家比较好规避了，他这边可以直接起飞落地，对，直接救进行一个救援的，直接救就行了。哎，是故意落远了吗？这样子救的话，可以先保一个无伤，很细节啊，很细节，就第一时间没有落到这个旁边。是的，而且也是及时放狗，然后规避了一下，避免你摊这边气象学家一个状态。没错。那这样子击倒之后，外围的密码机总量是来到个3台半，可能还是趋向于一个保平，就看最后要不要空军开一杆信号枪提拨一个2-4牵制空间了。对，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在，就看这杆信号枪效果怎么样。对的，空军已经来了，Sam 的位置很神秘，但是没有看到出来的位置排的有点远，那这样可以偷下来。而且还在看卡斯内口这边的密码机的一个进度，这边无伤救，但同样也是反绕的位置了。枪怎么说？选择直接交，但其实敲枪这也是上了2颗球的，所以对于学生方来说不，对于监管者来说不亏。而且的话还有移形。对的。前面气囊已经提前交好了，还有一段空中飞人飞过来，维克对的放狗交出来，但是没有咬到，走位在拉自己的狗过来撞。走位很细节啊！对，密码机还是没办法修过，还差在50多的。对，那这样子邮差被淘汰了之后，其实对于白鹿来说，空场空间也不是特别大。对的，好在移形没交，其实是能压迫到，现在选择交移形落地。那卡斯纳口这边是没有回防反照的，就看一下能不能抓到这波机会了。强风吹开，双惊喜，还有第2段可以给到1颗球的，还差1颗。有一个空中飞人过来，预判了你的走位，一下抽刀，绕场谢幕，还在扭吗？飞轮不上翻了，我的天！而且空军顶到脸上去破译密码机，这样空军是这个阵容里面唯一一个带回防反照的，所以说没关系，你交过移形了，我只要强亮就可以。这边吃一刀也不拖了。那直接通电移形还差60多秒，南美这里就直接给你了，然后另外2名求生就可以完成一个保平的，就给你倒地没关系。但是你别说，这个倒地点位其实离大门会有点近，所以说不敢点了，他们保稳，因为空军这边是有自血，没关系，我可以先拉开。卡斯尼口这边还有道具，先交层云，避免说被你续上惊吓标记。太稳了，太稳了，而且还躲了一下，上面再躲一刀，真是还在躲过招啊！我的天哪！这样拖自己的一手移形时间吧，我觉得对于白鹿来说，还能再拖一拖，还能再尝试拖一拖。要怎么说呢？骗一手，骗到了！哎呀，空中飞人有点小卡手了，挂空军了。
不甘心，还要来争，那就看能不能说是快速击倒了。因为确实气象没道具的，但是火灾是有一个气囊的，而且还有飞轮。我觉得会有点风险，有风险，真有风险，真有风险。没道具，但这边排点很快，能排到，然后回头再去调火灾。这边双惊喜是好的，身位其实也没有拉多近啊。对，因为有气囊，你拉近这个身位没用。而且空军已经绕过去了，气囊交出来，然后第一个双惊喜是空掉了，第二个能给到1颗干冰，挽留40多秒，还是能在挽留时间内有一个击倒机会的啊。但是交出移形会有点远，偏反翻。对，那确定组这边还差看一下，是可以完成击倒的，飞不出来，那就是一个击倒之后两边点门。有一个地下室不太有多抓的说法了，也不太有争一个3跑的说法。对，挂地下室。哎呀，刚刚空中飞人如果说没空的话，我感觉是真的能有机会的。当时刚好把火灾救援员的这个身位贴真的骗过来了，牵制了24秒。如果说你换别的，都是让我们太多意外了。除此之外，我真的很难想到变招。弓箭手不好，来看一下开局的目标也是往中网先走，肯定还是要找一下机械或者弓箭的。但园丁你看直接就碰上密码机了，哎，但这边难道说有神来之手吗？不会，应该是找园丁吗？不会的，他只是站到这儿，不能让你收了，然后看你外侧求生者的动向。对的，但是这里的一个位置拉点非常早，所以说对于白鹿来说，第一个排点可能会有点稍微的失误，看一下能不能找到结实。有点难，因为耳鸣一直没断过。对的，而且这个长点的话，透影是没透到的，看一下前面有点找不到了。那这样园丁回头一个想投一个远程镜吗？对，但园丁这边的盾其实时间要消失了，所以说目标可能更多重心会放在园丁身上。这边投进，这一盾消失，给到一刀，非常精准。是的，密码机这个时候结实才刚碰上。而且这边的话，园丁是没有携带弹射的，没错。到前方区域的话，看有没有一个闪现身位了。没错，是有个闪现的说法，但前面的话也是有弓箭手在，所以说你要找闪现的话，可能会有闪现过来，给到一刀。那这样子卡特内口就上班了。对，对于他来说，带了双蓝飞轮就是为了打这一局的上线。但同样，如果打上线的话，同样会拖缓自己密码机的一个进度。镜像飞轮躲掉，正如补距离，龙骨弓再补一下，那这样就可以挂园丁了。是的，对于白鹿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就我这个拖的时间是拖什么？拖你外面结实破译的进度，对吧？对，其实对学方来说也能接受。看一下这边也是选择让斯坦比过来救援，然后弓箭手换一下密码机破译。对，但是守门人救援的话很稳定嘛，就这个淘汰进度肯定可以卡住的，而且很耐做。哎，好像看到了，应该极限应该2个人都看到了，就是一个及时下场，然后及时对投进。能打到吗？打到的话还是有一个多拿1刀的状态的机会的。但也行吧，就打不到也可以，蹲产速度会更快一点，比较难打。得过来了，有这逃进。等你出产吧。对，出产稳拿1刀，震颤。这边无伤救，再好再拿到1刀。是的，但镜像也进入了 CD， 所以给到园丁是有一次2次牵制的机会。因为前面的话是抓一个消盾时间，抬一个镜像完成了击倒，化险为夷倒走。这个密码机真的是非常快了，太快了！你打红夫人压力真的很大，你真的不能有任何一个镜像空的。是的，这边近亲有说法吗？没有说法，下惨了。算是消耗了一点耐久。对的，在这边主技的一个显现的话，也是得知归元手在附近嘛，所以说对于白鹿来说肯定是要防范一下的，找一下位置。找到卡斯尼克了，有机会逼一个逼弩。对的，后车弩先交，镜像时间马上好，平地有1刀的算，但是并没有打到。那同时园丁的岁月已经来到一个70多的进度。那对于卡斯尼克来说的话，我现在稳定去逼你镜像，其实外面是拖密码机的。对，而且现在敢交镜像杀卡斯尼克的话，那边园丁就可以直接起了呀。对的，现在白鹿有点两难了，现在怎么办呢？一个砸板，没办法。园丁的话，而且还可以一个有机会能摸起来，还不摸，他们打得好稳啊。对。给一刀，一刀，园丁也不选择交自己，选择摸，因为这样的话不留开门战的一个伏笔。弓箭手被包扛到，打到谁？打到园丁了，但是镜像交了，园丁弓箭手还能操作。看下转过来，龙骨弓，只能说压迫一下走位。真的，弓箭手在 OB 红夫人的时候太能去 OB 了，太能操作了。对，没办法，夫人很棘手，镜像时间太久了。是的，是的，是的。这边在博弈，但是手上闪现的话还有3秒钟，而且这边园丁还是一个2挂的一个状态。对的，而且卡特尼克飞轮又好了，镜子好了，把飞轮逼出来，园丁交自己，而且人原地等盾，
太镜像等盾出来，盾刚好挡了一刀。这边再配合龙骨弓的话，连这个剑影的位置都找不到了。转过去被打断了转进，那很难受了。最后一台密码机也只剩一个10级的进度了。那现在只能换追卡斯雷口的弓箭手，但好消息是这边没有回光返照，但坏消息是也没有办法再拖更久的时间了。对于红夫人来说，没有回光返照这个问题点，它并不能影响到对局的一个走向啊。对的，看一下雷人弓不好让交镜像，所以要闪现，这个时候不能交，等你翻板僵直。交出来，直接通电，然后确保说是能一个快速逃脱嘛。对的。把人挂在小房附近，然后门是已经贴上了，机械傀儡贴的。离大门最远的是没错拿米，不过他是一个守门人。守门人垫后嘛，守门人垫后，这个时候守门人是最稳的一个位置，只要保证到园丁跟结实出门，守门人这边有铲子，有铲子是可以确保稳拦截的。除非说你能在外侧先把这个铲子给打对，而且机械傀儡还给到了位置的一个说法，有机会吗？想慢慢扛刀，打到了，那这样还真有机会能拦住。机械傀儡来了，能扛过这一刀吗？转进，小转进，高甲双刀打出来了，极限保住了一个平局。哇，这个平局太关键了！哇，救人一次牵制了，铲子可以去完成上了，除非这个早场他想去怎么打，是可以大家解说影子为。来看一下这里起追，哎，没有想找这边的机械师，反而视角是向奈奈的球他也知道不好追，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携带方式就是想去打强挂的，就带了手时长，对吧？我如果说第一个人击倒之后，我这手时长能踹出来的话，收益就很大。对，但是有个问题啊，因为沙包是有可能刷2台密码机的，机械师真的双修起来的话，这个节奏哇，你看左边这个密码机进度全动的，就基本上是这样子。对，你不追机械就会有这个伏笔的。没错，而且囚徒不是不能溜的呀，我觉得。碎石震一下，再开个门，打断了一下门。对，但这边的一个窗台的位置，为了打断之后是被绕进了。哎呦，这个走位规避了藤蔓，藤蔓是规避掉刀的机会。但这边马上要关门了，没有去钻过去，还是有一个平地刀。完全可以，其实因为囚徒他本来就不太好牵制砸负伤嘛，因为外侧密码机是绕的很快的。来看一下这边一个反绕过来，他现在只要注意一下对面会不会写在手上是有飞轮的，看这个飞轮的使用怎么说？因为 Micromelody 这边是只有一个碎石，飞轮脱掉，碎石，这个窗户能翻吗？能翻。对，那这样子的话算是拖出了很多时间了。是的，碎石再压迫一下。前面窗户交可能要被击倒，对的，没办法了。碎石被击倒，对的，没办法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牵制是成功了，就看这波。但是通过巨钳挂过去之后，能不能踹到密码机？但这波就是椅子没有选择拆掉，但这个位置好像挂不过去，不太好踹。如果你要踹的话，这边可能是个无伤掏。要踹了，他得踹，他就是想这么打的。他要拖时间嘛？是的，拖时间，他就这么打的。我可以接受你秒球，但是我的机子一定要踹。是的。踹完之后就会少一台，但是整体但是我说实话，还是能接受啊，2台半，而且人找不到啊，人已经消失了，所以说你要踹的话就会有这个风险。对啊，因为你没有做到真正的强挂过去啊，你是挂中场而已啊。没错，因为我们的预设是说我要把它挂到遗产，然后去踹掉。心理学家，但心理学家这个时候就是站出来扛压的啊，心理学家还有回光返照，这局如果追心理的话。不太明智啊，不太明智的。看一下这边再回中场，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移情的机会了。对，就看是先移情还是说把这个应激留下，确保待会儿救人。这边一个藤蔓转回来，园丁给盾打掉，太没办法了，园丁这个角色。对的，一个反绕倒是贴近了一些位置。碎石压迫一下，但是同样看到了囚徒，看到了小这个人，这个位置怎么？那要不要考虑说，还是决定围着中场密码接大？他现在也拖时间嘛。但是这把能保平吗？我觉得有点困难，就因为不是，主要是唯一没有回光返照的是囚徒啊。对，这是最大的问题点啊！你不抓囚徒，抓外面的人，其实都是求生想看到的情况。而且园丁他马上又可以续盾了，是的，你可能还是不太好击倒。再封一下密码机，然后这边选择再次追击园丁。当然这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快续盾了。看一下前面碎石炸到一下，直接续盾，不给你博弈，这个板稳定给到，好像砸不太到，砸不到。是的，但这个倒地位置也是有研究过的，应该就是选择让旁边的。人过来救援嘛，完全可以接受啊！这密码机已经要压好了。对的。
这3分这一把30秒，会加这一把刚出，这一把怎么试？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且他抓了一个园丁，是开门战他最不好解决的一个角色。对，就我不怕你挽留啊，都很难平，因为他是有回光返照的呀。对啊。看一下。密码机压好了，现在的话，贴门时间，对的，也是让心理过来救援，而且剩下我们看到左下角的时间也才来到了一个3分54秒，把人救下来，给一刀直接防一下藤蔓吧，要不然哦，防一下，防一下藤蔓，对，确认说你这边跟园丁了之后我再开，对，通电。那另外一边的话，机械傀儡是第一时间点门的，虽然说你有封门，但是没关系，这边可以进板，对，藤蔓哪怕缠过来没关系，我原地等盾就行了。骗一下，不等也行，但不等的话，这个点位的话挂上之后，这个门好像不太够，很极限，感觉刚刚可以等个盾再拖多点时间。对，90多，极限，传送落地，时间4分多钟，现在把门先封住，但是点开了，实在不行直接走门，藤蔓走2个人也可以，藤蔓没有缠到人，再往回头走。奈奈想救人，那这个时间点其实2个球走门，然后直接结束比赛。对的，时间4分50多秒结束，感觉他们在极限留一个气象学家以及3学的法胜利。第3场 ACD 对阵 Omni ATE B 组这边晋级的是7。我们这目前的一个晋级队伍的话，刚刚也说。